君家小辈，你过了！吾等太古皇族岂能如此轻易被灭？君家神子，现在入手还有一丝余地。敢如此称呼本君主，还是说你们想要和金乌王作伴？我君地庭不愿挑起任何无谓的战争，但若有人敢对我君地庭心怀不轨，那么唯有覆灭一途。9天10地，我主臣服，忤逆我者，皆当死去。君逍遥，你也莫得意。太阳神山不过是金乌族在玄天仙域的一脉传承而已，真正的祖屋一脉底蕴远超你的想象。不过他们并不在9天仙域而已。走。终于是长大了呀。虽然家族依旧是逍遥的避风港，但他已经开始自由翱翔了。诸位，今日的胜利是属于我们整个君地庭的，接下来便整合太阳神山资源，人人都有份。此外，整个太阳神山祖地将被改造，成为我君地庭的新驻地。还有，包括扬州、宜州等几十个被太阳神山占据的大州，也将归我君地庭统治。可有其他势力有意见？我等自然没有任何意见。太阳神山倒行逆施，惹得天怒人怨。我等还要感谢君主大人，帮我玄天仙域铲除了一个祸害。诸位请放心，我君地庭来玄天仙域，并不想挑起任何战争。君地庭也只会占据太阳神山所占据的大洲，更不可能像太阳神山一样随意侵略他人领土。哎呀，君主大人说笑了。凭借您的雄厚资本，岂会看得上我们这一亩3分地？就是。正是如此。当然，若有任何势力想主动加入，在经过筛查后，自然可以加入。怪不得，战争才果然是最好发的。君主大人，冰云，怎么了？我想这件东西，大人应该会感兴趣。这是太阳仙晶，很好，哪怕只是为了这一卷仙晶，掀起这不朽战也值了。我等愿意加入君地庭，希望君主大人能接纳。很好，我君地庭海纳百川，任何势力只要是诚心效忠于君地庭，都可加入。多谢公子为我们复仇。君主大人之恩，我等永世难报。只愿为君地庭效犬马之劳。亲戚，你们能加入君地庭，是君地庭的荣幸。你真的确定君家没有介入其中？是光靠君地庭的力量？没错，千真万确，是君地庭自己的实力。君地庭前段时间才刚举办大宴，确立了格局，现在就直接灭了一方太古皇族，这简直梦幻呐！哎呦，是啊，我也不敢相信，哪怕脱离了君家的帮助，君家神子手段也如此恐怖。现在已经不只是君家神子了，他还是地庭君主，真的太优秀了！如此年轻的不朽势力之主，绝对刷新了仙域纪录吧？没错，这绝对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不朽势力之主。君地庭这样的势力是最适合我的，没有纷争，没有内斗，只要有实力就能出人头地。我也要加入君地庭，建立一番事业。我们此战的目的已经达到了，而若再掀起不朽战，可就没那么简单了。你们看吧，不久后，太古皇族肯定会有什么消息透露出来。而没过多久，果然有一个消息传出，一众太古皇族强烈谴责君逍遥突袭太阳神山的行为，并且对外宣布将彼此联系沟通，共同进退。我们现在的目标就是积攒实力，等真正的动乱来临，若是这群太古皇族再搞什么事情，到时候便一并清算吧。不愧是老夫看中的人，还得多谢吴老了。不过君逍遥那家伙，最近貌似出了不少风雨。其实你也不用多想什么，老夫看中的人不会差。可晚辈心里就是意难平啊。其实你大可不必在意，你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取得其他石盘碎片。等到时候真正的史诗级恐怖动乱来袭，任何不朽势力
都有覆灭的风险。那君家小辈的军地艇，不过是巨浪中的一艘小纸船，瞬间就会被淹没。吴老说的对，君逍遥现在做的不过是小打小闹而已，在真正的大劫动乱面前不值一提。能笑到最后的才是赢家。落雪见过神子。不，现在是否称呼为君主大人更加恰当？随意即可。落雪倒是没想到神子有这般手段，如此年轻便覆灭了一方不朽皇族。看来落雪的眼光果然没错，和神子合作是落雪的荣幸。好了，别废话，有事说事。唉，神子可真是冷淡。之前落雪说过，帝昊天在找某件古器，而现在已经找到了一角。哦，拿来看看，这就是帝昊天重生的金手指碎片。这，难道到底那个核心秘密是什么呢？唉，神子，落雪还有另外一个发现。什么？在被遗忘国度之后，帝昊天就一直在闭关，但落雪总感觉那帝昊天的气息越发恐怖，深不可测了。此外，帝昊天好像也开始有目的性的开始寻找碎片，不然这块碎片也不会这么快就被找到。莫非帝昊天除了重生之外，还激活了随山老爷爷？如果猜测真的没错，那那位神秘存在绝对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线索人物。神子，接下来怎么做？你若是要收取这件古器碎片，那落雪便会暴露。不，这石盘碎片你拿回去，交给帝昊天。不但如此，你还要尽心尽力帮他去寻找其他的石盘碎片。神子，神子难道不想破坏帝昊天的计划吗？你不必知道那么多，去做就行了。如果真是按照我所推想的那样的话，那可就有趣了。一枚棋子却误以为自己是下棋的人。帝昊天啊，帝昊天，你还真是可悲。小家伙，我倒是有一株万物母气元根。娘娘若愿意，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交换万物母气元根。是吗？那万物母气元根就是我的本体。怎么，你想炼化我，把我吃掉？娘娘说笑了，我怎么会炼化娘娘？唉，其实你若把这万物母气鼎交予我，我倒是可以诚心诚意的帮助君地庭。抱歉，这是我本命法器之一。不过，娘娘若有需要，日后倒是可以不时借与你同修。怎么，小家伙，你想白嫖我？这是互惠互利的行为，对我和娘娘都有好处。我们两人若共同参悟祭炼一件法器，那岂不是双修了？娘娘说笑了。不过是开开玩笑罢了。不错，在天尊之境就拥有2个小千世界之力，除我之外，应该再无他人了吧？虽然内宇宙修炼也很重要，但境界也是该提上去了。听闻9天环境特殊，秘境宝地无数，那里应该有能助我境界突破的机会。随后，君逍遥便启程前往了9天仙域。那就是通天之境，那是属于9天的气息吗？难怪一些仙域传教都盼着被9天接引，此地环境的确比仙域还要幽默。呼吸组织无意到达千岛地，
首先是否签到？签到。那股气息，莫非是？果然是那气息，看来这次大清洗将会是史上最为恐怖的。在许久之前，轮回海的那一位被吴中重创沉眠后，那个位置就一直空缺着。现在，终于有后来者了吗？不知是哪一方禁区的无上存在，待我来推测一下。无法被推算，看来果然是某一位禁区之主屏蔽了因果，无法被人窥探。算了，还是不要冒犯了。看来这次主祭仪式将会创造历史，或许真的能有人踏入那里，实现极尽升华。果然还是无法避免吗？这一世动乱，哪怕吴中在线，都不一定能镇压下来。以往动乱波及不到仙庭，仙庭也只是象征性的拯救一下苍生，而现在却是我仙庭诸纪元以来最为衰弱的时段，还需提前做好准备。内部波动，若无意外的话，当是新的主祭者出现了。上次轮回海的那位被吴中重创，陈年至今一直没有接替者。看来这一世真的将是史上最为恐怖的超级大动乱，史诗级大清洗，吾等有望见证历史。真是期待啊！这也是吾地府崛起的最佳时机。有意思，越来越有意思。九天到底还有多少秘密？没关系，这一趟九天之行，我会把一切秘密都弄清楚。好了，接下来先探查九天的状况。难道我刚来九天就遇到了一处机缘宝地？这是吴中杀阵？难道这巨大的深渊裂隙就是吴中大帝悲观杀上九重天所遗留下来的一缕痕迹？我修炼了吴中地经，这吴中杀阵对我应该有所启发，而且之前所感受到的不死药的气息也在那虚空深渊之中。吴中深渊那一片区域的杀阵威力越发弱了，看来藏在其中的药灵山就快无处可藏了。等那片沙阵彻底湮灭，药灵山应该会被瓜分掉吧？不过听说其中貌似有一株半仙药。那株半仙药我们无法染指，注定是属于某位禁区大人的。不过其余的不死药倒是可以分润一些。怎么，吕金，你是想找到那株半仙药交给地陨神山的王衍少主吗？不过他的心思貌似都在那个叫江洛离的女子身上。不过是一个自视清高、目光短浅又极为无知的女子罢了。真不懂王衍少主怎么会看上那样的女人。我倒是听说，那位名叫江洛离的女子，貌似和仙域那位君逍遥有关系。所以，那女人的意思是，那位君逍遥能比得上王衍少主？哼，圣灵之墟的弟子大人已经说了，之后有机会将下界亲手击败那君逍遥。好了，不谈这个，反正自然会有禁区的大人去收拾那君逍遥。接下来9天的热闹，无非2件大事。第一件事就是仙灵的3仙洞，不过那与我等无缘，也不是谁都有资格去参加的。倒是禁区剑主将门户大开，选择传人，这倒是一场大机缘，可以去争一争。等采摘完药灵山的活药后，就可以回去准备了。你跑又能跑到哪里去？这是怎么会？他竟然盘坐在沙阵中央！那难道是禁区的某位大人？请求大人救我一命！抱歉，冒犯到大人，打扰大人修炼了，我们这就离去。咦，有点意思。慢着，大人，我们来自吕家。
吕家？我们吕家是地陨神山麾下的家族，这猎物也是要抓来献给地陨神山的王野少主，希望大人能见谅。王野，多谢大人出手相助。有趣，一株化形的不死药，对于你的来历，我很感兴趣。我叫妖儿，来自药灵山，本体乃是一株蟠桃不死药。药灵山，希望大人别量化我。放心吧，一株不死药而已，我倒还真不缺。不过，对于你们能化形这件事，我倒是挺感兴趣的。我们之所以能化形，关乎到我药灵山的一个秘密。其实你应该察觉到了，我并非9天生灵，对那些禁忌家族和生命禁区也并无一丝好感。想必你们药灵山应该也时常遭到迫害吧？没错，那些禁忌家族还有禁区的修士时常来抓捕我们族人，但因为我们药灵山藏在无中深渊里，所以他们无法深入。但现在无中深渊周围的阵法已经越发淡薄，很可能再无法守护药灵山。等阵法彻底消失之际，那些人肯定会来入侵我们药灵山，到时候哪怕是菩提爷爷也无法再保护我们了。菩提爷爷？莫非真是一株半仙药？看来你们的情况的确是不太妙，或许我有办法能帮助你们。大人，你如果相信我的话，不妨带我去药灵山。放心，有我在，这段时间内没有任何人敢进攻药灵山。神山宝宝，瑶儿姐姐，大哥哥身上有一股很舒服的气息。这就是药灵山吗？不好了，诸位大人，有一位神秘强者阻拦我等，那些活药都被救走了。什么？这年头还真有这种大善人。哼，什么善人？我看那人是想把那些活药收集在一起，然后独吞。没错，那些活药沾染过特殊的物质，价值无量。一株化形的不死药，比起一般的不死药，药效强5倍以上。诸位大人，那位神秘人的实力不容小觑，面对任何人都是一掌抹杀。我只是远远看了一眼，就觉得心惊胆战。好，莫非是老一辈的强者？虽然身形朦胧看不清楚，但看上去应该不像老一辈，或许是某位禁区的年轻大人。哪怕真是禁区的大人，这行为未免也太霸道了。真以为药灵山是他一个人的猎场？没错，我们抓捕活药也不只是为了自己，还要献给各位禁区的大人。走，我们去看一看，那人究竟是何方神圣。原来是王公子驾临，是地陨神山的天骄。我乃是为灵药山而来。吕青，吩咐你抓捕活药的事情干得怎么样了？怎么，莫非还没抓来？3仙洞机缘将起，王衍少主想拿一株不死活药当做送给江姑娘的见面礼，这件事情办砸了，很可能会让王衍少主不愉啊。不，当然不是，是吕青啊，你也应该是对王衍少主有所仰慕吧？实话跟你说吧，那个江洛离，他身怀的元灵仙体，对王衍少主修炼极为重要。若是能和那江洛离双修，王衍少主的境界实力将会有质的提升。你和那江洛离比是完全不可能的，但你如果干得好，能得到王衍少主的赏识，当个小妾还是有机会的。是，其实事情是这样的。什么？有人想独吞灵药山所有活药？没错，不过那位神秘天骄实力很强，有可能是某位禁区的大人。禁区天骄又如何？王衍少主9天龙凤榜上有名，不管是哪方禁区的天骄，都得给王衍少主一个面子。走。大人，这里就是药灵山了，让儿带您去见菩提爷爷。当然可以。不错，如此洞天福地，还有这么多药族生灵，落在那些禁忌家族和禁区手中，简直暴殄天物。
莫非？多谢小友救下无族之人。准帝，老朽菩提子在小友身上感觉到了特殊的气息，小友应该不是9天生灵吧？在下君逍遥，来自仙域君家。君家，想必前辈的本体应该是一株半仙药吧？没错，老朽的本体乃是一株仙菩提。前辈应该就是药灵山的领导者，只是眼下药灵山的情况貌似有些不妙。唉，小友说的没错，的确如此。我药灵山被那些禁忌家族和禁区生灵视为狩猎场，而我们这些药族则被视为活药与猎物。长久以来，已经有许多药族被抓捕、收割、炼化。前辈身为一株半仙药，化形后也有准地级实力，难道无法保护药灵山吗？那些9天生灵将抓捕药族视为一种狩猎与历练。老朽若是出手对付那些天骄，立刻就会有更强者来抓捕老朽。唉，老朽惭愧，也只能躲在这药灵山深处。前辈，恕晚辈直言，这样下去，你们可能坚持不了多久。没错，的确如此。我们药灵山之所以藏在这无中深渊深处，也是想以无中杀阵阻止9天生灵觊觎。但这杀阵也是开始瓦解，终有湮灭的一日。到时候，绝对会有禁区生灵来抓捕老朽，他们已经垂涎许久了。前辈，或许我可以帮你们。军事之人，或许的确有这般能力。前辈，莫非知晓君家？老朽的年岁已经很古了，但在隐约的模糊记忆碎片中，曾有关于君家的印象。那是一脉欲统诸天万灵的不朽仙族。好。菩提爷爷，那些恶人又来了，已经深入了无中深渊，还抓捕了一些我们的同族。前辈和诸位不必交心，让我去看看吧。大人，大哥的万岁！该不该信任他，把药灵山的命运赌在他身上呢？那人莫非已经走了吗？他不会真和药灵山有什么关系吧？不可能，灵药山药族常年被抓捕，生性多疑，不可能信任灵药山外的任何生灵。啊，就是他，气息果然深邃。此等人物，绝对位列9天龙凤榜中。不知阁下来自何方禁区，位列9天龙凤榜第几啊？滚，或者死！放肆！你可知王莽公子来自地陨神山，是王衍烧主一脉的人。你，地陨神山，王衍的人。没错，既然知晓我们的来历，那你应该也清楚，你是在抢我们地陨神山的猎物。我不管你来自哪方禁区，都要给我地陨神山一个面子。地陨神山倒是霸道。放肆！不愧是来自禁区的大人。你不是9天生灵，而且那口气息，你到底是谁？竟敢杀地狱神山的大人！不管你有什么来历，杀了禁区的大人，没有人能够救你。有趣，真是有趣。本想亲自来此猎取一些活药，送给柳琼烟仙子的，但没想到竟然能看到如此有趣的一幕场景。原来是傻王殿下，没想到您亲自到来了。区区抓捕活药，只需要吩咐我等便可，何须傻王殿下亲自前来呀？无碍，毕竟是要献给柳琼烟仙子的礼物，还是需要亲自获取，才显得有诚意。
不过没想到啊，我若没前来，就看不到如此精彩的一幕了。哦，原来是太古凶兽一脉所建立的禁区。大人，此人杀了地远深山王蒙公子，他貌似不是我们9天生灵。我知道，你方才那一招，如果没看错的话，应该是无中印，而且还能引动无中杀阵的共鸣。看来传闻没错，你真是无中大帝的传人。什么？无中大帝传人？他是无中大帝传人？而且，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想必你就是那传闻中的君逍遥了。他就是君逍遥。没想到我在9天已经这么有名气了。没错，如今不知道有多少禁区骄子想要镇压你，现在倒是给了我一个机会。你想镇压我？你说呢？这么好的机会，我若不提前出手，很可能会被其他人抢占了先机。看来你们都认为我是软柿子，都想捏。难道不是吗？我正在精炼一件兵器，正好需要4凶之魂。不过你的境界貌似太低了，连当材料的资格都没有。但是用来当拉车的牲畜，应该还不错。放肆！你可知晓煞王殿下是何等人物？在9天龙凤榜中，殿下位列第15位，将来绝对是能正道成帝的存在。太恐怖了，一个眼神就如此。你再说一遍。不但是你，到时候将你们兽窟4小王一起镇压，用来给我拉车，应该还是不错的。传闻仙域君家的圣子嚣张霸道，目中无人，如今看来果然狂得没边了。既然如此，那就让我来尝一下你的血肉是什么滋味。魂鹏法，君逍遥真是找死！他在仙域或许能称王称霸，但这里是9天，煞王殿下位列9天龙凤榜第15，岂是仙域天骄可比的？还行，力量不错，拉车应该是绰绰有余了。得意忘形，还没结束！什么？竟然逼得煞王殿下施展出了凶兽本相！这就是桃物本体吗？卖相还行，至少拉车不会丢我的面子。君逍遥，你在找死！哼，倒还真是一条忠诚的狗。君逍遥，现在放开煞王殿下，还有回转的余地。明明是个人，却把牲畜当自己的主子，真是可悲。君逍遥，你放肆！阶下囚而已，要不乖乖当拉车的坐骑，要不直接现在就斩了你。君逍遥，我承认我栽了，
但我只是四小王中最弱的一位。等你碰到了他们，放心，等碰到了他们，让他们和你作伴，一起成为拉车的牛马牲畜。到时候太古四兄一起拉车，倒也有点意思。这就是我们能化形的原因。这股力量，这是超越了仙域能量的一种物质。这种东西，我们称呼它为仙道物质。我们药族生灵之所以能化形，也是因为吸纳了这仙道物质的缘故。仙道物质，前辈刚刚说，你们乃是从一扇门中来到9天的，那么也就是说，这仙道物质也是来源于那扇门中。没错，正是如此。难道那些沉眠的禁区大佬都在等待那扇门的出现？可那扇门的出现和大动乱又有什么联系？而且之前菩提子已经说了，那扇门似乎已经封闭了，再没有完全打开过。究竟是谁把那扇门封闭了？还有主祭者和主祭仪式，到底意味着什么？别告诉我，那幕后大黑手也是末日4天启之一。小友，看来你似乎是需要这种仙道物质。恐怕在这整个仙域和9天，没有生灵不需要这种仙道物质吧？也就是说，在那扇门中，可能有大量的仙道物质，甚至于，如果那扇门是一个通道，那扇门背后的世界，难道就是真正的仙界？若是小友需要，那这些仙道物质就都送给小友吧。前辈，这太过珍贵了。仙道物质虽然珍贵，但我们已经化形，而且也吸纳了不少。小友才是无私奉献，不仅愿意庇护我们，还送给我们生命之泉泉水，甚至是世界树枝桠。好了，菩提子前辈还有诸位，君某是该离去了。等君某在9天把事情办完，便来此带你们一起去仙域。我相信那时候没人敢阻止你们，或者对你们不利。那就多谢小友了。大人，多谢你。放心，等到了仙域，加入军地庭，你们不必再为生存而担忧。我们相信大人。君逍遥，你走，去仙灵。貌似这次3仙洞，凶王也会参加。君逍遥，等着吧。不愧是受库4小王之一的凶王啊，这股威压简直了。废话，太古4兄有善类吗？不过那煞王怎么还没到来？我记得他和凶王貌似都对柳琼烟仙子有所倾慕啊。不知道，反正肯定会到来的。聂道老弟，这次3仙洞一定会有机缘出现。你来9天时间不长，正需要这样的机缘。还得多谢大哥了，相信大哥一定能抱得美人归。啊，借你吉言。不过煞王为何还没有来？或许是因为什么事情耽搁了吧。黄聂道，没想到你也来此了。小石皇，没想到你也来了。我不过是来凑个热闹罢了。看来圣灵岛和圣灵之墟的关系果然不一般。既然如此，到时候一同莅临，如何？也好。轩姨，你别说了，我是不可能和那个什么王爷联姻的，但他死了这条心吧。洛离呀，我们这是为你好啊，难道你想看着我们被萧一脉、被琼萧一脉压制吗？洛离一生，只为一人。我知道，你所指的应该是仙域君家的君逍遥吧？的确，轩姨也听过一些他的事迹，的确很优秀。但要知道，这里是9天。人的眼界要放开，应该知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这世间从来都不缺更加优秀的男子，比如王衍。
轩姨，你根本就什么都不懂。唉，轩姨，让我来劝一下吧。那好，你劝劝吧。云姐，你应该知道，我是不可能和那个王衍联姻的。我知晓君公子究竟有何等能力，毕竟他才在仙域干出一件大事啊。逍遥哥哥又做了什么大事？你呀，果然逍遥哥哥是最爱我的，所以这次或许会有一场好戏要上演。那两位就是碧霄一脉与云霄一脉的两位仙子吗？哎呦，果真都是天姿国色，万里挑一。哎，那位就是江洛离吗？虽是从仙域而来，但那气势颜值并不比任何一位9天娇女弱呀。是啊，而且现在他还是碧霄一脉的宝贝疙瘩，谁若是娶了她，那可立马就是仙灵的驸马爷。不过我怎么听说他和那位仙域君家的神子有很深的关系啊？哦，我记得她貌似是君逍遥的女人吧？结果现在却现身，是要另择夫婿吗？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有意思了。我真想看到君逍遥会是何等脸色。倒是一个不错的女子，不过王衍想得到她，目的应该不是那么单纯吧？哼，王衍倒是打得好算盘，若是能和此女双修，他的鸿蒙紫气主想必也会有蜕变。洛离妹妹，你还是现身了，我还以为你真的会硬气到底，拒绝王衍的帮助呢。关你什么事？没什么，只是有些感叹罢了。之前洛离妹妹一副忠贞不渝的贞洁烈女形象，结果还是要妥协，接受王衍的帮助。哼，我有说过让王衍来帮我吗？啊？那洛离妹妹的意思，莫非是让你在仙域的那位老相好君家的神子来帮忙？且不说他在9天还有没有帮你的能力，就问他现在敢不敢上9天？要知道对他不爽的人啊，可不止1个2个。你怎么不服气吗？但事实就是如此啊，我的盟友可不少，寿枯寺小王中有2位都愿意帮助我，还有皇兄和石兄2人。煞王还没来吗？没有，或许是被什么事情耽搁了吧。不过他来了，也只是锦上添花而已。看来仙灵3脉之间的矛盾已经很深了，最后就看谁能得到传说中的混元金斗，谁就能掌握话语权。不过柳琼烟仙子的帮手也太多了吧？寿枯寺小王中2位都愿意帮他，反观江洛离，如果拒绝王衍的话，那就真的不可能得到混元金斗了。大哥，那是他来了。王衍，洛离，又是谁惹你不高兴了？我跟你很熟吗？别这么称呼我，很容易让人误会。若不高兴，那称呼江姑娘便是。柳姑娘，这次为了帮助江姑娘，我可不会留手。王衍少主，一片江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也要看洛离妹妹愿不愿意接受你的帮助啊。人家只是可惜王衍少主一片真心被辜负而已。我相信江姑娘会想开的，毕竟她以前生活在仙域，眼光总有局限。王衍，你……既然如此，那到时候也只能得罪王衍少主了。3仙都要开启了。逍遥哥哥，哦，他终于来了吗？煞王殿下来的可是有些晚了呀。啊，老四怎么祭出本体了？这他妈怎么一回事啊？那位绝对是煞王，可是他怎么在拉车呀？我没看错吧？堂堂寿枯寺小王之一的煞王在替人拉车，能让煞王拉车，那坐的人是谁啊？洛离，我没有来晚吧？逍遥哥哥，是他，他就是君逍遥，真的是君逍遥，他还真敢来9天。君逍遥，煞王，你这是？兄王，救我！煞王竟然被君逍遥给镇压了，君逍遥的实力到底有多强啊？听闻他有仙域年轻一辈第1人的称号。第1人又怎样？这里可是9天，
还轮不到一位仙女天骄在此放肆。抱歉，逍遥哥哥，给你添麻烦了。傻瓜，何必自责？你的事情对我来说不能叫麻烦。逍遥哥哥，你就是那君逍遥，竟然真敢独自前来九天。现在先不管别的，把少王放了。黄孽道，你也在此，还有你，想必应该就是圣灵岛的那位小石皇了。君逍遥，刚好，你我在瑶池圣地还有一桩仇怨，看来今日能够解决了。敢把主意打到圣衣姐的九窍圣灵石胎上，只能说是你们自己找虐。很好，君逍遥，没有听到我的话吗？你有听到犬吠吗？君逍遥！修王还请息怒，马上三仙洞就要开启了。他这个卑微的仙域修士，有资格参加三仙洞吗？三仙洞可以让自己的道侣或者是追求者一起参加。逍遥哥哥是我的道侣，怎么没有资格参加？而且你瞧不起仙域修士，那我也是仙域修士，你侮辱我，也就是侮辱碧霄一脉，也就是侮辱仙灵。该滚的人是你，哦不，差点忘了，你根本就不是人。洛离，你呀，好了，停止喧闹吧。三仙洞马上开启，准备好接受试炼。他行吗？倒是有那么点东西，不过这样就想打我女人的主意，可还不够看。好了，3个洞口分别属于3脉，谁能得到其中的机缘，就看各自的能耐了。洛离，他是？他呀，是轮回海的3少主。轮回海？那位轮回海的3少主，对我貌似有一种隐隐的敌意。哦，对了，我倒是听说过一些消息，轮回海的某位无上存在，好像曾经被无中大帝重创过，一直沉眠，从而也导致轮回海到如今一直都保持着低调。原来是这样。江姑娘，我知道你对我还有所误会，但我会让你明白，谁才是最好的选择。接下来在三仙洞，我会向你证明，我才是你最佳的道侣人选。阁下的名头，我也有所耳闻。是男人打个赌如何？谁能帮江姑娘拿到混元金斗，谁就能拥有她。原本以为你这位神山少主也该是个人物，却没想到是个蠢货。君逍遥，你过了。第一，洛离在我眼中不是拿来赌斗的筹码。第二，洛离本就是我的女人，为什么要拿来和你这种蠢货去比？好，君逍遥，那么就以事实证明，谁更有能耐。逍遥哥哥，你别介意，我真的是对那个王岩讨厌至极。其实他像狗皮膏药一样，甩都甩不掉。我怎么会介意呢？这才证明了我家洛离的魅力。唉，洛离妹妹还有时间打情骂俏呢，看最后谁能胜了。仙道无耻。洛离，走吧。逍遥哥哥，这毕竟是一场试炼，洛离这样是不是有些太轻松了？洛离，你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掌控混元金斗，其余的事情交给我。三仙洞共有3个通道，看来接下来要汇合在一起了。走吧，看来接下来的行程不会无聊，那种感觉越发明晰了。君公子，洛离，你就是君逍遥，身上倒是有一股特殊的气息，类似我轮回海的轮回真意。那又如何？没什么，只是感觉到你身上的轮回真意太浓，或许和我轮回海有某种因果。等此事完结，你随我前往轮回海一趟。命令我去轮回海，你算什么东西？看来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3少主，还有君公子，你们……云仙子，你让开！我倒是想知道君逍遥究竟有几分实力，敢在9天如此嚣张逞能。敢挑衅我，你是找错人了。
少主猜的果然没错，你身上有关于轮回的至宝，而一切有关轮回的东西，都归我轮回海所有。在我面前玩弄轮回之力，无异于班门弄斧。拿出你的真本事吧！找死！那是一截大地手骨，玄魔认真了。大地手骨，看来这就是你嚣张的本钱。再来！怎么会这样？你的肉身！大地手骨的确不错，但你实力太差，根本发挥不了其力量。徐逍遥，你现在你还有资格让我去轮回海吗？君公子，能拜托你暂时住手吗？既然云仙子不相信我等，那我便走了。多谢君公子，如果君公子能帮我的话。抱歉，貌似把你的帮手都打跑了。君公子说这些做什么？反正我也无意去争霍元金斗，只要不被那柳琼烟得到就行了。那接下来，要不天籁仙子你就跟我们一路吧。君公子，我知道有一处机缘地，你们或许会感兴趣。什么机缘？在这三仙洞深处，应该有一株半仙药。不对，天籁仙子，如果三仙洞内真的存在半仙药，会留到现在吗？君公子也知道，三仙洞只有在特定的时间内才会开启，而上一次开启时，那株半仙药并未彻底成熟。半仙药想要成熟，需要经过漫长的时间，而若是不成熟的半仙药，药效则会大打折扣。这是我云霄一脉曾进入三仙洞的前人告诉我的，但是我也并不确定现在那株半仙药是否已经成熟。原来是这样。再说，即便那株半仙药成熟了，想要得到也没有那么简单。有强大的异兽在守护那株半仙药，实力绝对超过了天尊，最少也是玄尊级别的异兽。而三仙洞只有仙灵年轻一代才有进入其中获取机缘的资格，年轻一代里没有几个人可以对付那种级别的异兽，所以这株半仙药才会存在至今。一株半仙药，我们3个人怎么分？那株半仙药貌似是一株小树，上面结的果子才是精华。那半仙药是？没错，就是那株半仙药，流金岁月。不错。不过，那5颗流金岁月果离成熟好像还需要一段时间。无碍，或许我有办法。那是一头赤瞳龙鳞，怪不得这株半仙药能安然存在至今。玄尊级别的赤瞳龙鳞，一般情况下连玄尊强者应付起来都不简单，我们该怎么办？让我来吧。君公子，这计划很简单，我去引开赤瞳龙鳞，天籁仙子，你便和洛离去采摘流金岁月。逍遥哥哥，你会不会有危险啊？放心吧，一头异兽还奈何不了我。我知道你听得懂人言，识相的话，交出流金岁月，还可饶你一命。逍遥哥哥没事吧？放心吧，君公子的实力你还不相信吗？现在我们要做的还是赶快夺取流金岁月。是。之前我们还在纠结该如何夺取半仙药，现在看来得来全不费功夫。不必多言，也赶在君逍遥回来之前夺取流金岁月。哼，君逍遥他还回得来吗？那赤瞳龙鳞可是玄尊级的异兽。你们胆子还真大，等逍遥哥哥回来，他会让你们知道你们现在的举动有多么愚蠢。哼，等他能安然无恙活着回来再说吧。出手！柳琼烟，你两位姐妹多谢了。差不多了，他们也应该要动手了吧？
追的也差不多了，真以为是本公子怕你吗？江洛离和我斗你还闹得了？至于那君逍遥，想必即便不死，也会被赤瞳龙鳞重创。哎呀，真是可惜，明明是个鲜嫩可口的小鲜肉，却偏偏如此自大，目中无人。哦，在柳姑娘眼中，君某原来是这样一个人啊。君逍遥，你怎么会？君逍遥，你是怎么甩开赤瞳龙鳞的？甩开？有那个必要吗？那你，你的意思是，怎么会？他怎么能强到这种地步？自己主动，还是要我出手？君公子，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呀？交出流金岁月。其实君公子，我们大可以找一个幽静无人的地方，好好深入交流一番，没必要如此敌对。另外，人家也是早就耳闻君公子大名，之前得见惊为天人，没想到世上还有君公子这般风姿绝世的人物。抱歉，我没有兴趣和海王多说什么。海王？就是养鱼的人。我倒是听闻君公子身边亦是美女如云，桃花不断。那这样说的话，君公子岂不是海王之王啊？别说那些有的没的，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暗中催动元神魅惑之术吗？那君公子吃不吃人家这一套呢？人家是哪里比不过江洛离吗？是这里比我大，还是腿比我长？君逍遥，找死！凶王缠住他，我已经得到了半仙药，之后一起瓜分。君逍遥，这里是9天，不是你这个小白脸能逞能的地方。蠢货！该死，他的肉身真有这么变态！再来！君逍遥，休要猖狂！重启世界，惊天覆地！这家伙竟然强到这种程度！你们兽窟生灵都能祭出凶兽本相，现出来吧，不然我会觉得无趣。小子，别猖狂！既然你那么想看到，那就让你见识一下。不愧是凶手之躯，竟然被我炸碎！我说了，要把你们兽窟4小王统统镇压，成为替我拉车的牛马。我说到做到。君逍遥，是真的想与我兽窟不死不休？现在说这种话，不觉得有些愚蠢可笑吗？不服，现在便斩了你，你看我敢不敢？走。怎么会？难道他摆脱君逍遥了？柳姑娘，你跑得可是有些快啊，是因为腿长吗？君公子还真是太出人意料。交出来，别以为我会怜香惜玉。放心，等3仙洞结束，你就会自由。是时候了，那柳琼烟仙子想必已经到达安全的地方了，我们撤吧。皇兄，你这么急做什么？若是那君逍遥回来了，情况可能就不妙了。皇兄，你不会真是怕了那君逍遥了吧？哼，你们想走也不可能。哼，即便有君逍遥的帮助，你也不可能得到混元金斗。你若不是碧霄一脉的人，我现在就可以镇压你。敢妄言镇压我的女人，
找死的是你，逍遥哥哥。逍遥，幽王，柳琼烟仙子，该死，先退！君逍遥，事还没完。啊，是因为他身上那具破烂石甲的缘故吗？逍遥哥哥，柳琼烟，你不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吗？怎么现在成为阶下囚了呢？哼，还不是你有一个好男人。怎么，这是嫉妒了吗？可能这就是洛离的运气和福分吧。君公子，那赤瞳龙鳞杀了。接下来，唯一的目标就是那混元金斗了。不过在此之前，还是先分配一下战利品吧。可惜，这流金岁月果还未彻底成熟。你先看看再说。这怎么会？你要多少？1颗就足够了，毕竟是成熟的半仙药，多了也消化不了。我也只要1颗就好了。君公子，能不能也给人家1颗啊？人家现在都已经是你的阶下囚了，任你处置如何？柳琼烟，你想魅惑我家逍遥哥哥是不可能的。真以为逍遥哥哥和你那些群下臣是一个阶层的存在吗？男人本性都是一个样，什么情爱的，到最后都只不过是馋我们女人的身子罢了。那又怎样？我愿意把身子给逍遥哥哥，你还没有那个机会呢。洛离妹妹，你还真是傻了，真以为君公子以后只会喜欢你一个人吗？他聒噪。君公子，果实已经被摘取，但这株流金岁月，这流金岁月当然是属于逍遥哥哥的了。虽然半仙药的生长环境苛刻，很挑环境，但我应该能养活它。那接下来先去寻找混元金斗吧。那是，这就是最后的考验吗？秦逍遥，现在才来，未免有些太慢了吧？那难道就是混元金斗？哦，身为兽窟4小王，更位列9天龙凤榜，竟然被一个仙域之人镇压。王某耻于和你在同一个榜单之中。王岩，别在这装了，你能打败他再说。洛离，混元金斗我替你得到了，只要和我联姻，它就是你的了。王岩，你就做梦吧，本姑娘大不了不要混元金斗了。你，江洛离，你这是何苦啊？没必要吊死在一棵树上。可逍遥哥哥就是我的整片森林。傻丫头，我不会让你受任何委屈。王爷，原本还以为你应该算是一个人物，但没想到也蠢得如此可笑。你什么意思？好好探查一下你手中的混元金斗，看看它究竟是真是假。莫非真是假的？现在总算察觉到了吧？我说你是蠢货，你没有意见吧？哼，真是个笨蛋，一件假货就想欺骗本姑娘。那真正的混元金斗在哪里啊？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什么？啊，我知道了，难道就在那3座玄慈母山下？还是我家洛离聪明。也就是说，混元金斗在这3座玄慈母山中的一座里。想要知道在哪一座山下，就需要托起这玄慈母山。可，这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吗？这其实就已经是最后一重考验了。若真的是混元金斗的有缘者，应该可以感应出混元金斗在哪一座山下。不过，即便感应到了，想要托起玄慈母山也是几乎不可能的事啊。看来今日是无人能够得到混元金斗了。洛离，你想要的，我都会帮你得到。秦逍遥，莫非你想搬动这玄慈母山？这有何难？逍遥哥哥，可即便君逍遥有能力拔起一座玄慈母山，那他怎么能确定那座山下就有混元金斗呢？你错了。什么？君公子，他不是要拔起一座玄慈母山，而是3座都要同时拔起。你说什么？同时拔起3座玄慈母山？这位君公子究竟是何等人物啊？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难道真的是我的眼光太狭窄了吗？给我起！怎么可能？他真的能同时撼动3座玄子母山？区区3座玄子母山而已，也能阻我？洛离，还不去炼化？好。金逍遥，你果真是一次又一次的出人预料。不过现在被玄子母山压制的你，还有几分实力呢？他们不会如此无耻吧？直到这个时候才敢现身，看来你们比我想象的还要带劲。君逍遥，莫要嚣张，我可不惧你。既然如此，王爷，你也一起上吧。你有那个资格吗？你们有些过了。不必，我倒要看看他们有没有这个能力对付我。君逍遥，真是狂到没边了，就让我来领教一下，究竟有几斤几两。你的实力难道没受到玄子母山的压制？我愿意给你们一个挑战我的机会，来吧。出手！这是什么变态肉身？山河大印，有用吗？什么？我那族人王蒙替我去寻找活药，应该也是被你杀了吧？杀我地陨神山之人，可想过要付出什么代价？想出手就来吧，别找多余的理由。说真的，多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不少。既然如此，那便教育教育你，在9天如何低头做人。哪怕以1敌3，哪怕需要我手托玄子母山，我君逍遥一样可以轻易镇压尔等。哼，大话之后再说也不迟。这是好恐怖的吞噬之力，怎么感觉如下云涛王？啊，特殊的紫气能量，是来源于那枚鸿蒙紫气种吗？鸿蒙紫气种的力量，你无法想象。只是鸿蒙紫气种而已，又不是鸿蒙树，更不是鸿蒙道体。若是真正的鸿蒙道体现身，足以轻易镇压你。鸿蒙道体也只不过是能让我稍微认真对待一下罢了。大言不惭！紫气东来3000里。那就是鸿蒙紫气种的力量。如果王爷认真起来，他的排名绝对不止第10。君公子有点东西，只不过你现在的状态想要对付我，未免有些天真了。注意！神皇斩，幻天秘术，断骨传承，当决于世。乱骨传承，岂是你一剑蝼蚁说断就能断的？别说是你，哪怕是你父亲石皇，也远没那个资格。还真是疼爱自己的子嗣。你们3人联手，都只有这般实力。既然如此无趣，那不如结束。君逍遥，太过自大了。雷耀天轮。君公子这才算是认真动手吗？所以说之前都是在玩。真要是认真起来，你们认为你们还有还手之力吗？自寻死路。逍遥，你
石皇，石皇果然和圣武之躯有关系。哼，现在君逍遥该怎么办呢？大话可是都已经放出来了。君逍遥，此石皇甲乃是我父亲蜕变时所脱落下来的石皮遗蜕，你打得动吗？套上一个龟壳就恢复自信了？你真以为我破不了你这龟壳吗？这是，啊！现在轮到你了，君逍遥。我承认，我的确有些小看了你。不仅是我，其他的9天修士也都小看了你。但是，你在9天依旧无法猖狂，会有人来镇压你的，哪怕不是我，也会有其他人。废话这么多，现在的你没资格在我面前聒噪。这难道是？那只是一道分身。天哪，神山少主未免也太强了，不愧是鸿蒙紫气种的拥有者。我早已说过，你现在的状态没资格在我面前聒噪。看来我这具鸿蒙紫气分身，还真的对你造成不了太大威胁。抱歉，不好意思，现在的我也并非全部实力。你是指你被3座玄慈母山压制吗？你难道就不好奇我为什么没有动用混沌之力吗？我勒个大操！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好了，等你本尊到来，或许还有资格和我过2招。君逍遥，等着！逍遥哥哥，炼化完了吗？此行可以结束了。逍遥哥哥，这混元金斗里有点东西。兄王，没想到你也……之前倒是我等眼拙了，君公子当真是人中龙凤啊。不过得罪了王衍少主，这合作可就……君家也不比地陨神山差。再说了，洛离他也是仙域修士，难道你就因此不信任他了吗？轩爷，混元金斗既然被碧霄一脉的江洛离得到，那我们也就不多说什么了。但是那株半仙药是否应该交出来？你这是什么意思啊？3仙洞开启，里面的宝物本就是由元者得知。可他甚至都不是我们9天的修士。那我也不是9天的修士。你身份不一样。总之，他要交出半仙药。你，假如这株半仙药是被王衍得到，你应该不会有什么话说吧？哼，那当然。王衍是禁区地陨神山的少主，身份自然不一般。你笑什么？果然只是一只老癞蛤蟆，坐井观天，自以为是，不知道天高海阔。小辈，你说什么？我君家古来神秘，处理仙域万物，俯瞰纪元更迭，经历万事不朽，岂是区区生命禁区可比？说你坐井观天，那是高看了你。任你大言不惭，你们君家也不敢上9天。我君家不上9天，并非不敢，而是不屑。药城禁区，何须上9天？我君家走到哪里，刀锋所化之地，便是无人敢犯的至高禁区。小辈，你……警告你一句，王衍等人对我出手没有问题，因为差不多都可归类于年轻一代。但你这只老蛤蟆若对本神子出手，也可以。本神子很想看到你是怎么一个死法。动我一根手指，仙灵都保不住你。你怎么不动手吗？放心，我绝不还手。哎呀，之前就听说这位仙域君家的神子嘴皮子厉害得很，平时少言寡语的，性格冷淡，但要真说起来，那能气死人啊！现在总算是见识到了。秦公子，之后若有机会，
可以琼烟一起坐而论道，琼烟保证能让公子期待而来，尽兴而归。柳姑娘的技艺，恕君某无福消受了。我家逍遥哥哥可是最专一的，不是什么狐狸精都有资格勾引的。哼，男人都一个样。哼。逍遥哥哥，虽然碧霄一脉说混元金斗与我有缘，但我想带回仙域也是不可能的。这也正常，只要你能借助混元金斗修炼就好。对了，洛离，你所说的混元金斗里的东西是什么？逍遥哥哥，看，就是那种物质，我能感觉得到，那是一种能让人升华的物质。这叫仙道物质。什么？逍遥哥哥，你知道这种东西？原来逍遥哥哥早就得到了。我虽然有仙道物质，但量不多，刚好要准备突破。洛离，你立大功了。只要逍遥哥哥需要，这些仙道物质都可以给逍遥哥哥。这倒是不必，仙道物质对于修炼内宇宙也极有帮助。洛离，你体内也拥有元灵界，仙道物质对你大有裨益，一人一半吧。逍遥哥哥，逍遥哥哥，你在看什么？邻家有女初长成，再等等，等9天之事结束后便订婚，然后再挑个好日子结婚，到时候就可以正大光明的吃掉你。逍遥哥哥，我要去修炼了。哼，何必想那么多，让自己变得更强，然后摆平一切。是石皇的子嗣，他竟然重创至此。那石甲上的痕迹是乱古符，果然是那君逍遥吧？乱古大帝的传人，还真该上9天。乱古传承必须断绝。不过他是君家的人，倒是有些麻烦，吾等若出手，不太合适。诸位前辈请放心，之前我就说过了，那君逍遥若是赶来9天，我会让他明白何谓井底之蛙。不过在此之前，我还需要前往剑冢一趟。剑弟子，你的实力应该足够了。那君逍遥不过小天尊修为而已，你经过吾等培养，又炼化不止1尊7窍石态，实力已经在大天尊之境。剑冢之中也有你需要的机缘，到时候实力更加提升，可以随意镇压君逍遥。到时候看君家还有何话可说。遵命。说不定不用你动手，我倒是听过一些消息，剑弟子的目标貌似是仙域君家的君逍遥。什么？君逍遥？啊！叶孤琛，你做什么？妙哉，雪儿，你知道我心中那个想要超越的目标是谁吗？不会就是……没错，就是君逍遥。可是现在那君逍遥麻烦好像不小，剑弟子、魂王等9天龙凤榜前10的天骄都盯上他了。君逍遥是我的对手，这样的对手一生难得有一位。谁若敢对君逍遥出手，先问过我手中的剑。你呀，真是……这里就是剑碑城吗？在此等待剑冢的开启便好。哦，是他。那女子是何人？来自何方势力？容颜身材气质都如此绝艳，却在9天没什么名声。是啊，如此绝代的女子，按理来说来历应该不凡，结果在9天却闻所未闻啊！我看啊，或许是从仙域来的天骄，毕竟前段时间有不少仙域天骄都被接引到了9天。哦，原来如此，那这样就说得通了。嘿嘿，不过如此一位绝艳女子，却孤身一人从仙域来，恐怕会被人家当成小肥羊了。不知这位姑娘姓甚名谁，来自何方势力？哎，那位是庞家的庞岩公子。庞家那仙魔洞天麾下的竞技家族，那位庞岩公子更是大魔王的侍从啊！平日也是仗着大魔王的声威，自视甚高，目中无人。姑娘且慢，我乃仙魔洞天麾下竞技家族庞家的少主庞岩。姑娘如此绝色，却籍籍无名，想必应该是从仙域而来。这次剑冢大开门户，虽有机缘，
但同样有莫测的凶险。姑娘若不介意，可与庞某同行。不必。姑娘，你可能不知道，我还有另一重身份，就是仙魔洞天大魔王大人的近身侍从。那更抱歉了，我不想和一个下人多说什么。给脸还不要脸了！不过是一个从仙域而来的卑贱女修罢，能被本公子看上，是你的荣幸。你谁？凶王，煞王，你是君逍遥？哎，那是受苦四小王中的煞王和凶王，背后那人果真是君逍遥，传闻是真的。我君地庭的人，你也敢动？你，君逍遥，这关你何事？他是我的人，怎么就不关我的事了？我们走，吞了他们。他们可是仙魔洞天那位大魔王的人。我管他是什么魔王，惹了我的人，别想。你们要做什么？君逍遥，我可是大魔王的人，杀了我，大魔王是不会放过你的。怎么，这么快就不认识老熟人了？冤家，只是没想到能在这里再见到你而已。你怎么来9天了？是妖后大人带我前来的。小妖后，抱歉，因为我的原因又给你添麻烦了。没事，债多不愁。你也知道，我从来就不缺敌人，而且你是我君地庭的人，身为地庭之主，护着自己人是应该的。君地庭的人吗？那你这次来9天是为了？是为了洛离的事情。啊，洛离姑娘真是好幸运啊，能得到你这般关心呵护。既然如此，那我就先走了。我们有这么陌生吗？以前在终极古路时，你可不是这种性格。那是以前，回不去了。剑种虽然有机缘，但想必也不会那么简单。留在我身边，也能护着你。你为什么这样关心我？因为你是我的朋友，我不允许有人欺负你。跟着我就行了，没人能动你。冤家，想不到在这里还能再见到2位荒天仙域的故人，着实让人有些惊喜啊。是你，君公子，颜姑娘，没想到能在这里再见到2位，特别是君公子，前段时间可是在9天闹出了不小的动静。一点小风波而已，青衣姑娘如今的身份也不一样了。唐岩是古千灭的侍从，看来的确是有些小麻烦。怎么，青衣姑娘是要帮古千灭找回场子吗？君公子说笑了，青衣和古千灭虽然都是仙魔洞天的人，但他是他，我是我。只是在此提醒一下君公子，那古千灭乃天魔体，的确是颇有手段的人物。天魔体，想必青衣姑娘的体质也不是那么简单吧？君逍遥，真的是你？叶孤尘，君逍遥，许久不见，你的实力又有了惊人的变化。你的变化也很大。哼，距离地路王者之战已经过去许久了，真想和你再战一场。剑种即将开启，现在怕是不能进行一战。的确，那之后再说吧。看来叶兄在9天也并不孤单啊。哪里，是他救了我。没想到我们这些荒天仙域天骄能在9天再度汇聚，不如去客栈小聚一番。所以我被修饰的目的就是争渡，万类霜天竞自由。这么说来，叶兄对这次剑种的机缘是势在必得了。君兄若认真起来，这剑种传人的位置应该是你的。叶兄过誉了，君某不过是来打酱油的而已。而且我毕竟不专修剑道，也对剑种传人没什么兴趣。而且剑种传人最适合的人选应该是叶兄。叶兄对剑道的执着有目共睹，哪怕放眼9天，应该也没有几人能比得上叶兄。 9天之上，专修剑道的天骄的确不多，但那圣灵之墟的剑弟子的确是个人物。
传闻他的本体来历特殊，天生精通剑道，甚至可以说没人比他更适合练剑。哦，真是如此，那倒是要切磋一下了。可能叶兄没这个机会了，因为他的目标是我，还有那位古千灭，若是想找我麻烦，我也一并收下。君公子放心，古千灭现在在闭关，应该不会前来见主。闭关？接下来9天可能不会平静，他们在为一件事情做准备。哦，青衣姑娘知道些什么？具体是什么，青衣也不太清楚，只知道可能与9天之上归墟之地有关。归墟之地。恭喜宿主，新的签到地已刷新，请在归墟之地签到。多谢青衣姑娘告知了。能得到君公子的一声谢可不容易啊，日后或许还要仰仗君公子的帮助。随我来。你看什么？腿又变长了。还想像以前那样轻薄我吗？没机会了。这才像以前的你。算了，不开玩笑了。你的天梦迷蝶血脉，按理说是和神魔蚁、九变神蚕、太古黄蝶等一样强大的太古血脉，只不过未曾彻底发挥血脉中真正的力量。现在我有办法帮助你彻底发挥天梦迷蝶的血脉力量。你的实力再怎么说也不能比小神魔蚁差吧？你要帮我发掘血脉中的力量？我知道你想帮我，但我是十分特殊的妖族血脉。这是？此乃仙道物质。仙道物质？这太珍贵了。再珍贵的东西也无法与你相比。我也的确不可能时时刻刻护着你，所以还是自己的实力最重要。我身边的人实力都要提升上来。神强，准备好，感觉怎么样？颜如梦，别说话，就这样答应我。神强，真正败给你。够了吗？不够的话，我的肩膀再借你一颗钟。君逍遥，我算是想明白了一件事情。什么？你休想甩开老娘，老娘赖上你了。所以你的肩膀一刻钟不够。也罢，你开心就好。哦，要开启了吗？准地以上的修为吗？剑主还真是卧虎藏龙。君家的小家伙果然有趣，也难怪君家能执掌诛仙4剑。君兄，你们来了。他……对了，叶孤城的前世是剑魔独孤无败，难道……如果这样的话，那就更有趣了。君公子、叶公子，你们来了。不懂礼数。哎，是圣灵之血的剑弟子来了。君逍遥，本弟子本想找机会下界镇压你，没想到你真有那雄心豹子胆，敢独自一人上9天。好强大的剑意！叶兄，他是冲着我来的。小石皇也是你伤的？那又如何？没有石皇留给他的乌龟壳，他恐怕早就被我的万物母气鼎炼化了。这剑弟子本体到底是什么？竟然能让大罗剑胎都起一丝反应？还敢污蔑石皇！等大清洗开始的时候，我看你是否还笑得出来。之后的事情我不知道，我唯一知道的就是你或许看不到那一幕。君逍遥，君逍遥，给我死来！一个两个都这么没礼貌吗？在本公子面前玩混沌之意，这是混沌。君公子有所不知，棍王天生长有混沌之力，还吞噬炼化了7种强大的荒古异兽，最后融合在了一起，变成了这般模样。原来如此。魂王，救我们！我走。君逍遥，看出我受苦天惊，你是找死！肃静！哼，君逍遥，
会生吞了你，将你炼化。君逍遥，久闻大名。之前我那位不成器的弟弟倒是被阁下教训了。看来你也想邀请我去轮回海做客。阁下身上的确有种特殊的气息，我轮回海的确感兴趣。那就看你有没有这个资格了。好了，人应该来的差不多了。我叫剑七，是剑种接引人。剑七？难道说在他前面还有6个人？接下来，我大概说一下，在剑种之中，除了一些灵药之珠、机缘宝地、古遗迹外，还有我剑种先人所留下的一些剑，其中大多蕴有剑魂，若是能得到认可，或是炼化，都有极大好处。另外，在我剑种深处有一座天剑峰，若能拔出天剑峰峰顶的剑，便有资格加入剑种。此外，还有一柄特殊的剑，若是能够引起那把剑的共鸣，则能成为剑种传人。这君家神子虽然名气颇大，但在剑道方面不知有几分领悟。真的和那位有关系吗？那就是传闻中环绕在剑种之外的剑气星河吗？据说若准帝陷入其中，都会瞬间遭到万千剑气袭杀，会被分割成无数微尘。放心吧，很快就能把你喂饱。主祭者不该存于世间。这些到底是什么？我明明已经斩断了过去。小叶子，你怎么了？没什么。好了，规则已经讲给你们了，现在可以直接进入。哼，君逍遥，你若有能力走到天剑峰，到时再战吧。诸位，青衣也先行一步了。那你呢？我想自己闯荡一下。君兄，天剑锋剑。这机缘，倒也不是那么好得呀。一处机缘地吗？不行，这太难了。对于我等来说，最少也要数年的时间才能触窥门径。可我们哪来那么多时间参悟啊？是啊，而且也无法烙印下来，更不可能带走啊！啊，是君逍遥！啊，他怎么看一眼就走了？听说君逍遥天赋妖孽，乃是传说中异术级存在。看来他也知道这剑招短时间内难以参悟，连艺术资质都参悟不了，更别说我们了。或许只有一个原因，神通既然已经被后人继承领悟，自然也就不需要存在了。你在开玩笑吗？那君逍遥只是看了一眼。所谓万古异术，又岂是我们能理解的存在呢？而且除了这个理由，势必不可能平白无故的消失啊！不愧是剑种，随便的一处机缘地，就有威力接近5大剑道神诀的神通。艺术嘛，但怎么感觉比艺术还要变态？君家传人，甚至还有可能会是日后的诛仙剑主。你究竟能走到哪一步，又是否能引起共鸣呢？莫非是运有剑魂的剑气？果然有用。五彩剑魂，难道是以色彩区分其剑魂所蕴藏的能量吗？既然如此，在剑种更深处，应该还藏有能量更强大的剑魂。此事地剑，不错。抓捕这些剑魂也是辛苦事啊。交出这剑魂吧。这是我的战利品。你的又如何？这里是9天，而我是轮回海的2少主。怎么，不服气？要怪就怪你背后的家族，没有君家那么强势，还不足以令我禁区忌惮。玄离少主，你有些过分了吧？哦，司徒世家的人。我是司徒世家的司徒雪，希望玄离少主讲一讲道理。哼，有趣。所以你就只会站在女人身后。我来吧。小叶子，刚好拿你应剑。小叶子，这气息，莫非真是如此？这家伙，
故弄玄虚，镇压你即可。那股剑意，应该是君逍遥身边的那个黑衣青年。不过，与我无关。我的目标只有一个：在段时期的七彩剑魂，境界将会再有精进。君逍遥，等着！哦，竟然逼得玄离施展出了底牌！该死，这是什么怪胎？既然你这么急着找死，那本少主便成全你。小叶子，这不是莫非真是？这他妈是什么情况？一剑诛神，谓之万神劫。该死！你小叶子，你没事吧？你受伤了？无碍，抱歉，把你牵扯进来了。现在还跟我这么见外吗？和玄离打起来了吗？看来玄离吃大亏了呀。哦，九彩剑魂，阵法的气息，这才开始有点趣味了。竟然踏入了天绝古剑阵当中，那可是我剑中一位先辈强者仿照剑气星河所创造的剑阵，若是贸然踏入其中，甚至有性命之危。这下君逍遥怕是有点麻烦了。也罢，毕竟他是君家人，如果死在了剑中，那也是个大麻烦。这怎么会？而且那剑咒真是离谱啊！君家到底诞生出了一个什么样的怪物？快了，如果再把那剑弟子吸收的话，既然是剑阵的话，那这其中应该有什么传承才对。咦，淡淡的时光气息，不错，这才是我需要的剑道神通。看来天绝剑神压箱底的剑道神通要被君逍遥得到了。刹那芳华，果然是极为精妙的一式剑招。不错，也差不多该去天剑峰了。君兄还没来吗？叶公子，没有想到最先到达此地的竟然是你。哦，君逍遥竟然还没来，看来传闻也不过如此，以讹传讹。君逍遥呢？还没来？怎么，已经等不及让君某镇压尔等了？总算现身了吗？还以为你连到达天剑峰的能力都没有呢。闲话就别多说了，君某没兴趣。我只觉得你和混王两人就别踏上天剑峰了吧。好小子，你这意思是要同时挑战我们两人？不是挑战你们，而是扫除垃圾。叶兄，你们就先行一步吧，等解决完这两只蝼蚁，我随后跟上。镇压尔等，激发我受控之耻！哦，神像之力。怎么会？你怎么会太古神像的力量？再来！你的头有点多了，给我拉车有些碍眼。单雕，那是何等剑招，如此恐怖！不是说那个君逍遥不修剑道的吗？这叫不修剑道！好家伙，不修剑道君逍遥，这剑弟子，你还愣着干什么？该死！哪怕是圣体道胎，兽身力量也不该这么变态才是。君逍遥，你若是双手奉上这剑胎，再向小石皇道歉，事情说不定还有回转的余地。死到临头还打这种主意，我以为王爷就够蠢了，没想到你更蠢。九天骄子令本公子失望至极。既然如此，就先镇压了你。哦，有趣，有点意思。看来你的本体果然有点来历。刻意要和我比剑吗？这就是剑弟子的实力吗？没有试探的必要了。如果只是这样，我会觉得无趣。只是拿你练死而已。
这么多剑意。哦，任你千般变化，万道剑意，唯有一剑。怎么会？这到底是什么剑招？君逍遥，你那一剑到底是什么？井蛙不可语海，夏虫不可语冰。解释给你听也没什么用。好精妙的剑招，应该是融入了天绝剑神的刹那风华。但还有另一剑招，是什么？不愧是君兄，这一式剑招令人叹为观止。怎会如此？还要垂死挣扎吗？不信！我的剑道天赋无人能及。那莫非是剑弟子的本体？本体乃是苍天剑石，拥有古今无双的剑道之意。谁能在剑道上超越我？什么？苍天剑石？传闻中蕴有极致剑道精粹的神物，没想到这就是剑弟子的本体。难怪。不，你不能杀我！你连当拉车牲畜的作用都没有，唯一的价值就是当做材料被炼化。这也太生猛了吧！他就是这样的性格。君公子还真是有啊。好了，登天剑峰吧。君兄，真是越发想和你切磋一下了。等登完天剑峰也不迟。小叶子，我不行了，你要加油。仙魔洞天的那位仙子的确有点东西啊，他好像也是从仙域被牵引而上的。青衣只能到此了，祝二位能成功登顶。倒是懂得适可而止。这次莫非有2位天骄将登顶？不愧是禁区的底蕴。这到底是谁？前世？不可能！我已经斩断了前世。哦，看来我猜的没错，叶兄和剑种果然有一层因果在里面，而且他的前世也可能只是其中的一环。真的是他回来了吗？剑之终极，不拘于形，山川河海，一草一木，皆可为剑。此乃无我剑道。哎，拔出来了！那叶孤尘有资格成为剑种之人。他怎么会？有点意思，我倒是越来越好奇了。这就拔出来了？那谁，差不多得了。君逍遥，给我剑种一个面子如何？收了神通吧，就当我剑种欠你一个人情。好了。剑种历练结束，有资格留在此地的，只有君逍遥和叶孤尘2人，其余人先暂时离开吧。难道，叶兄，我想知道那柄特殊的剑在哪里？仙气。多久过去了，又有能唤醒老朽的人出现了。老朽名叫无名，你们也可以叫我天剑无名。天剑无名，前辈莫非是？没错，老朽便是这天剑的器灵，亦是诛仙剑主。我的确曾执掌过诛仙剑，不过现在诛仙剑在我父亲手中。原来如此。君家诛仙4剑的确威震诸天，上斩仙佛，下斩阎罗，也难怪你能通过剑种的考验了。一切皆有定数，你还是回来了。我回来了？我到底是谁？仗剑天下，但求一败。我剑种之所以能位列10大禁区之一，那位功不可没。谁？剑道神话，独孤剑神。剑道神话，独孤剑神。
独孤剑神。请问无名前辈，那位独孤剑神和叶兄有什么关系？独孤剑神性格太刚强了，刚强的就如同他这柄裘白剑一般。这是独孤剑神用过的剑？没错，你就是独孤剑神。想必你们也清楚，我剑种和其他禁区不同，未曾参与过动乱。的确。那如果老朽说剑种非但不曾参与过动乱，还曾阻止过动乱呢？什么？前辈的意思，莫非是那位独孤剑神？没错，独孤剑神曾经阻挡过动乱，只不过是在9天之上，所以不被仙域所知。竟然是这样，原来如此。前辈，主祭者是何种存在？无法揣摩，无法测度，无限伟力，无上境界。具体的情况，老朽也不能透露太多，这牵扯到的因果太深了。主祭者不可轻易妄谈，但可以告诉你们的是，主祭者是主掌大清洗的源头。当初独孤剑神以一己之力挑战主祭者，虽无法彻底阻止动乱，但也让主祭者付出了代价。不过最后他却是魂魄泯灭，元神崩溃，只有残缺的肉身和一柄木剑从归墟之地坠落而下。也正是因此，之后剑种不再干涉任何关于动乱的事情。我们原以为独孤剑神的传奇已经结束了，但没想到他竟然还有一缕魂未曾泯灭，落入了仙域，投入轮回转世。那一缕魂就是你，叶孤尘。可为什么？按理说独孤剑神的确是一缕魂都不可能留下。他虽是剑道神话，但他面对的可不止一位主祭者。但老朽认为，这一缕魂可能是独孤剑神不朽不灭的执念，他的执念不允许他就这样陨落。千重劫，万重难，亘古匆匆，剑神终将归来。叶孤尘，冥冥之中，你还是回来了。你终将完成独孤剑神的使命，再度成为新的剑道神话。我只是我，不是任何人，不是前世的剑魔独孤无败，更不是剑道神话独孤剑神。这并不冲突，你依旧是你，但也可以是独孤剑神。他的剑已经在你手中，他的残躯仍旧躺在剑冢的最深处。叶兄，你可以走自己的路，倒也不必排斥。熔炼万道，修炼万法，最终悟出自我的真谛，这也是一种方法。好了，既然如此，那么事情便定下来了。叶孤尘自然是有资格成为我剑冢传人的，但是虽说按照我剑冢的规矩，一代只能有一位真正的传人，但这次可以破例。小友若愿意，也可以成为我剑冢的传人，享受和叶孤尘同等的待遇。多谢无名前辈的抬爱了。晚辈虽然以剑为武器，也修炼剑招，但在剑道上的确没有特殊的执念，远不如叶兄这般一心向剑，一生为剑。倒是老朽强求了，不过可惜了一块上好的璞玉呀。晚辈虽不会成为剑冢传人，但在剑冢挂个名也没什么问题。那再好不过了，小友也拔出了剑，自然有资格成为剑冢的人。竟然不是君逍遥，而是叶孤尘成为了剑冢传人。如果不是君逍遥谦让，那么唯一的可能就是叶孤尘和剑冢有什么因果牵连。千一在这里恭喜君公子与叶公子了。君逍遥，接下来你们有什么打算？
可能暂时会留在剑冢吧。是吗？既然如此，那青衣也该离去了。之后9天若有什么重要的事情，青衣会来找君公子的。好，你就和我一起待在剑冢吧。等小妖后来找你，你再随他去不迟。怎么了？没什么。我接下来可能要暂时回家族一趟。也好，你的救命之恩，叶某日后自当回报。小叶子，雪儿最幸运的事情，就是那一天救了你。希望你会一直记得我，这就算是最大的报恩了吧。真是一个好姑娘。叶兄，你就这么拒绝吗？我的一生只为剑，再装不下其他。跟着我，他也不会幸福的。修炼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或许每个人心中的答案都不一样，但对我来讲，并非是会当凌绝顶的寂寞，而是有能力守护自己心中最真实的存在。叶兄，你知道吗？天下间最为残酷的事情，莫过于辜负一位女子的真心。怎么，君兄，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怎么感觉有种莫名的讽刺呢？好了，接下来还是修炼吧。对了，叶兄，你不是一直想和我切磋吗？刚好有时间。那君逍遥胆子未免也太大了吧！竟然真的敢杀禁区的弟子，这是完全把圣灵之躯往死里得罪了。哪怕他背后站着君家等势力，估计圣灵之躯也不会就这么忍气吞声了。接下来有好戏看了。君逍遥，我出来！来了。君逍遥，是真的要和我圣灵之躯不死不休吗？现在出来谢罪，还能留你一丝颜面？君逍遥，剑弟子既然选择挑战我，就得做好必死的觉悟。所以，你现在来是想做什么？跪下忏悔，然后前往圣灵之躯受罚。忏悔受罚？若我猜的不错，这应该并非是圣灵之躯本身的意思吧？让君某猜一下，或许剑弟子是你这一脉的人物，你是单独来为他讨个公道的。但君某可以这么说，我若出什么意外，倒霉的将会是整个圣灵之躯，而非只是你这一脉。啊，抱歉，差点忘了，现在的我貌似还算是剑冢的人。先别提君家，你确定现在要和剑冢对上吗？都招惹到这个份上了，圣灵之躯却还能忍。看来他们的确是在谋划一些大事，或许是在为动乱做准备，所以才不愿出现什么乱子。我也得赶快做准备了。9天之事了结后，需要回仙域提前做好准备。难道剑弟子的死就这么算了？不会就这么算了，只是现在不宜节外生枝。没错，那扇门将要出现了，史上最大的变数与大清洗将要发生，我们圣灵之躯要做好万全的准备。这个时候和君家对上，太不明智了。那这笔血仇就这么算了？当然不是，血债终须偿还。等真正大清洗来临的时候，君家也无法避免。什么？这次大清洗终于要对君家出手了？这可不是我等决定的，长生岛的意志也是如此。对君家出手，这可是以往从未出现过的事情。长生岛究竟在想什么？我觉得，或许是因为那君逍遥的缘故。君逍遥不过一介后辈而已，即便再妖孽，现在在吾等眼中，也不过蝼蚁一般。谁知道呢？若真让他这样成长下去，将来会产生什么变数，谁也不知道。总而言之，这笔血仇不会就这样算了。对了，七彩道人貌似已经出关了。在得知剑弟子被杀后，他应该会出手吧？毕竟是我圣灵之躯仅剩的一位骄子了。如果真能就这样杀了君逍遥，那倒也省事儿，君家也没办法因此而发怒。圣灵之躯绝代天骄七彩道人要约战君逍遥于断天谷。君逍遥
断天谷，那不是我们九天一处最有名的禁地吗？传闻乃是当初乱古大帝斩杀圣灵之躯，多尊大成圣灵的地点。哎呀，七彩道人选择这个地方，是想在这里诛杀君逍遥这位乱古传人，祭奠仙灵吗？嘿，这下有意思了。九天龙凤榜第5，玄尊级实力，在其他人眼中的确算是绝世妖孽了，但是不够看呐。也罢，主动送上门来的材料为何不要呢？另外，断天谷这个地方有点意思。叶兄，你还能如此无动于衷吗？这是司徒家的事。消息好巧不巧，刚好传到人迹罕至的剑冢这边，这就是杨某啊。那玄离在剑冢之中败给了你，为了恶心你，去娶司徒雪为妾。不得不说，这些九天骄子一个个本事没多少，恶心人的手段倒是不少。我去只会让司徒雪更为难。司徒家虽是禁忌家族，但在轮回海的眼中，也不过是一条可以随意处置的狗而已。我去了，对他，对司徒家都没好处。但你会后悔。后悔？你还是好好考虑一下吧。离婚宴还有1个月。身为朋友，我倒是不介意陪你走一趟。虽然去轮回海对我来说也有些麻烦。112名，既想恶心叶孤尘，又想针对我，不得不说想得很好。但最后丢脸的究竟是谁？妙极，绝妙的剑招，开窍了。我已经领悟了新的剑招，刚好需要找一块磨刀石，陪我找找。没问题。唉，1个2个都不省心。我剑主是招来了2个惹事的主吗？莫非阁下就是君逍遥公子？正是君某，阁下是小生昆凌玉，没想到真能见到君公子。公子难道真要去轮回海？怎么？传闻若不错，公子应该是吴中大帝的传人吧？没错。莫非公子不知道吴中大帝和轮回海的夙愿？知道，那又怎样？公子，你可知道，你若是去轮回海，就等于进了贼窝，想出来都难了。那岂不是更有意思？君某倒也想看看轮回海有没有那个胆子敢留下我。哎，等等，不愧如传闻中那般风采超然，也难怪会被阿九姐姐日夜惦念。哎呀，不管了，先追上去看看，想必这次轮回海会上演一番好戏。那位女扮男装的修士，来历怕是也不太简单。说不定又是哪家禁区的小姐，闲得没事到处乱逛。随她去吧。哎，二少主来了！见过二少主。参见玄离少主。司徒家主客气了，日后司徒家就是轮回海的一份子。能成为轮回海的一份子，是司徒家的荣幸。司徒雪呢？回少主，司徒雪已经打扮完毕，快要出来了吧？最终还是没来。哼，叶孤尘，你还真是能忍啊！还有君逍遥，莫非那君逍遥身上真有什么对我轮回海十分重要的呢？手下败将，今日拿你世界。是君逍遥，他旁边那位应该就是剑冢的那位新晋传人叶孤尘。听闻他乃是仙域荒古叶家的天骄，现在到底什么情况啊？你们果然还是来了，这算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吗？一个轮回海而已，不至于，真的不至于。小叶子，你为什么要来？小叶子，为什么要来？你不来的话，或许我还可以忘掉你。而现在，你让我怎么办？原来如此啊！哎，那司徒家的小姐竟然和剑冢传人有一番故事啊！是啊。司徒雪，你到底在说什么？对不起，家主。其实雪儿早就有了心仪之人。你，该死！就为了这样一个小人物，他剑冢传人身份有何用？还有他的身世，仙域叶家
算什么狗屁？老东西，你是瞧不起我仙域的荒古世家？老夫可没有说，是所有荒古世家。之前你说仙域叶家算什么？叶家和我君家一样，同为荒古玉三家。你看不起叶家，就是看不起我君家。我君家的确没什么本事，但灭你一个司徒家，也就吹口气的事情吧。君逍遥，够！别以为仗着君家就可以横行无忌。别多嘴，一个被吴中大帝虐过的禁区，也敢在君某面前高高在上？你，君某倒是很想知道，假如我真灭了你们司徒家，轮回海会不会因此就对我君家发动不朽战呢？君逍遥，你不好好准备和七彩道人的约战，反倒来我轮回海闹事。错了，今日的主角可不是我。今日就是夜魔魔剑石。叶孤城，你当真以为我怕了你？当初在剑冢，你那一招威力之所以那么强，估计和剑冢本身环境脱不了干系吧？我若败你，此婚宴取消。那就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从本少主手中抢人了。好强啊！因为那位剑冢传人乃是仙域天骄，没想到却能和9天龙凤榜排名第11的玄离战到这种地步。哎，不过我怎么感觉玄离少主的招式威力好像强了许？废话，这里可是轮回海。这是作弊，不公平！修士间只有胜负，其他一切都是虚的。此剑昭明，天若有情天亦老，你若能接下，算你赢。连剑招都在撒狗粮，叶兄还真是开窍了。不妙，难道轮回海2少主真的要败了？是玄墨。不愧是剑冢新晋的传人，这一剑招的确令人惊艳。是那位来了，果然是他，轮回海大少主玄弥。无耻！我们3兄弟本来就是一体，为何不能出手？无耻之友！玄公子，求求你！司徒姑娘先别急，叶兄的实力也没那么简单。果然，轮回海2位少主同时出手，实力就这么强了。传闻3位少主同时出手，9天龙凤榜前5的天骄都要头疼啊！此话当真不虚？怎么会？剑冢绝对不允许再出现第2个独孤剑神。开始忌惮叶兄了吗？是怕剑冢再出一个独孤剑神？看来2块魔剑石还不够，你们3人一起上吧。既然如此，那本少主成全你。气息竟然跨越了一个大等级，当真恐怖啊！看来应该还没有错过好戏。没想到轮回海3兄弟竟然同时出现了，哪怕是我哥哥对上这3人联手也很头疼啊！我去，肉身与元神攻击同时进行，这谁受得了啊？那剑冢传人是大天尊之境，虽然也很强了，但估计悬了。一定要赢！这样逼压叶兄，是生怕他无法彻底激活独孤剑神的力量吗？竟然还能坚持！小叶子，这是怎么回事？是玄弥少主的灵魂攻击之法。哼，结束了。独孤剑神，难道真的是那位不能被提起的那一位？难怪了，剑冢为何不立君逍遥，而立叶孤城为剑冢传人？原来是这个意思。果然，大哥，怎么会？他到底是？他的来历，莫非是？难道真的和独孤剑神有关？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就更要除掉了。3位一体，大哥，对付他还需要死招吗？
这是要施展底牌了。不但祭出了底牌，而且还有轮回海的加持。小叶子，叶兄，差不多了，接下来交给我吧。六道轮回拳，君逍遥，你，这也太厉害了吧！哦天哪，我没看错吧？此次恐怖如斯。之前轮回海三大少主的那底牌之招，恐怕连9天龙凤榜前5的天骄接下来都费力吧。但是却被君逍遥一拳打败了，这何等恐怖啊！哎呀，这一代仙域的天骄怎么都如此恐怖，更是出了这样一位异术。绝世大怪物大妖孽啊！怕是真的只有龙凤榜前5的天骄才有资格和他过招了。一开始君逍遥剑下和圣灵之躯七彩道人的约战，我还以为君逍遥悬了，现在看来的确是悬了，不过悬的不是君逍遥，而是七彩道人。君兄，小叶子，你没事吧？没事，这次还多亏了君兄一起来。小叶子能有这样一位朋友，真好。君逍遥，君家小辈，点到为止。打了小的来了老的，没想到生命禁区也是如此。你们既然败了，那和司徒姑娘的婚约就此作废。今日君某让诸位扫兴了，再会。在我轮回海闹事一番，就这样离去吗？莫非轮回海想留下我？怎么，我轮回海难道没这个资格？不过是希望你们考虑清楚罢了。你们应该也不至于比圣灵之躯的那群石头人更愚蠢。哼，其他的事暂且不论，你之前所施展出来的拳法，或许是从我轮回海流出的，所以你需要暂时留在轮回海，等调查清楚完情况后，再放你离去。照这样说，所有关于轮回的东西，那岂不是都归你们轮回海所有？那是当然。如果本神子说不呢？那就只能先把你留在轮回海，等君家上门讨人了。抱歉，我见住那2个小家伙还真是管不住。堂堂轮回海禁区，应该不会这么小肚鸡肠吧？剑种，剑气，剑种，你们是真要和我轮回海对上？轮回海不至于如此小肚鸡肠，和2个后生晚辈计较。况且你们这3位少主，不是还好好站在这里吗？见弟子陨落了，圣灵之躯都没什么大动静，你们轮回海也应该知足了。毕竟人没事儿，就是万幸。那你的意思是，我轮回海还应该感谢此子了？那也未尝不可。若有下次，就没这么简单了。轮回海捡回了一条命。叶兄，我们走吧。金逍遥，你以为你能笑多久？怎么，还想找虐？断天谷，你与七彩道人的约战，我们会去看，会亲眼见证你的凄惨。我们3兄弟气息融合，才能达到玄尊，而那七彩道人本身就是一位玄尊，而且在玄尊中都是极为妖孽的存在，你得意不了太久。为何诸位谷祖要放那君逍遥离去？筑基仪式将要开启了，这一次将是史无前例的，需要做好万全的准备。君家一定是会付出代价的，但并不是现在。今儿我轮回海的无上禁忌，或许有可能因这次大清洗而苏醒。哼，看来那君逍遥要倒大霉了，要怪就怪他是无中传人吧。此子身上还有秘密，甚至可能牵连到我轮回海无上的苏醒。果然还是诸位谷祖想得周到。曾经唯一的逆行者、反抗者，被历史彻底沉埋和抹去的存在，独孤剑神，还会有重现世间的可能吗？君兄，有人找。谁？原来是你。
希望君公子能收我做徒弟。什么？君公子的实力太强了，估计比我哥哥都要强。如果能做我师傅的话，那就再好不过了。抱歉，我没那个兴趣。为什么？没有为什么，就是不愿意。而且，你连你的来历都没有告知，这算有诚意吗？好吧，我其实来自昆仑丘。10大禁区之一，昆仑丘。君公子，在昆仑丘可是有你的故人在等着你哦。谁？答应做我的师傅，我就告诉你。那算了，之后我会亲自去昆仑丘拜访一趟。哼，小气。不过我昆凌玉是不会放弃的。对了，还告诉你一件事吧，这次断天谷可有不少人会来观战，甚至于那位9天龙凤榜排名第4的长生天女也会来到哦。她可是我9天第1丽人啊。长生岛。哎，你们说，如果这次君逍遥还胜了的话，那会是什么情况？君逍遥不会能横推9天龙凤榜所有骄子吧？不，这绝对不可能。一个仙域来的天骄，把我们9天所有天骄都碾压，这叫什么话呀？说的也对啊，七彩道人暂且不提，9天龙凤榜前5，长生岛的那2位就是绝对的境界，加上仙魔洞天的大魔王，还有兽窟4小王之首的涛王，另外还有一个神秘莫测，到现在都没有完全展现过实力的神山少主王爷。那君逍遥再怎么妖孽，也不可能横推我9天所有天骄啊！轮回海的3位少主来了，今日我们将见证君逍遥的失败。君公子此战应当无事吧？哼，看来天籁妹妹也沦陷了呀。别乱说。掩饰什么呀？大家都是女人，心里都清楚。只可惜这块小鲜肉不是谁都能吃到的。哎，那是昆仑丘的昆虚子，没想到他也来了。昆仑丘，那个隐士的禁区吗？没想到还真有昆仑丘的天骄现身了。那位昆虚子在9天龙凤榜排名第6，虽然没挤进前5，但实力也是莫测啊。昆虚子，没想到你也现身了。是仙魔洞天的大魔王？不对，气息稍弱，看来应该是法身前来观战。那位可是大魔王啊，9天龙凤榜排名第3的存在，没想到他也因此战而来了。看来你也对君逍遥感兴趣。该杀我的侍从，我的确想知道那君逍遥究竟有几分本事。青衣，听说你和那君逍遥是旧识，和他来自同一个地方？没错，我和君公子同来自荒天仙域。那好，我希望你不要和那君逍遥走得太近，更不要和他有任何关系。是，青衣知道分寸的。是长生岛的长生天女。诸位，今日的主角可不是我呀。哪里，没想到此战竟然能够惊动天女殿下。哼，一个绿茶婊而已。你这是嫉妒吧？不会吧？君逍遥难道真的只是口嗨？没错啊，距离约战日已经过了3天了，也太离谱了。哎，我看不会是怕了七彩道人吧？不至于。我觉得也是。怎么回事？难道真是君逍遥口嗨？他不是那样的人。哼，真不敢来吗？这样的话倒真是令人失望。你们都不了解他。如果连这都不现身的话，那应该没资格和弟子大人交手了吧？哼，原来仙域君家的神子也不过如此，是个言而无信的小人。抱歉，这段时日好温泉有点太舒服了，加上美人在侧，差点忘了此事。哥，我说你到哪里去了？这阵仗倒是不小。他就是君逍遥。怎么可能？他有与弟子大人比肩的资格吗？君逍遥，你知道我为何会选择这个地方吗？这里是当初乱古大帝斩杀我族大成圣灵的地方，这是一个对我圣灵之躯而言充满了耻辱的地方。而今天，
就用你这位乱骨传人的血来洗刷一切耻辱吗？玄尊境中期，果然他又上了一个台阶。好，听你的意思是要分生死了？没错，此战不会有任何人插手介入，唯有一方陨落方才结束。而且，这是我们之间的战斗，不能牵扯到背后的势力。来吧，看你能逼出本公子几分实力。免疫之法，那是七彩道人的天赋神术——七色灭神光，竟然直接硬撞上去了。你们这些圣灵之躯的圣灵，都喜欢穿龟壳吗？怎么会？你难道也达到了玄尊之境？境界对我来讲没有太大的意义。连七彩道人都不是对手吗？再来！类似袖里乾坤的神通。许久以前，乱谷大帝在此斩杀圣灵之躯的大成圣灵，而今日，我亦可在此地轻松斩你。君逍遥是疯了吗？那可是七彩道人的半生神兵啊！结束了。怎么会？他为什么能够妖孽到这种程度？果然，你们的话不能信啊！这是准地界圣灵插手了，不是说了这是两人之间的生死战吗？怎么还有外人介入？是那一位曾经去过剑冢的准地圣灵。圣灵之躯竟然无耻到了这种地步，简直是给我们九天丢脸！那位君公子，难道这位君公子还有什么底牌不成？还好，本公子没那么天真，从一开始就没有信过所谓的公平一战。他竟然还能这么淡定！哼！你屡次犯我圣灵之躯，今日便代替你家长辈，给你一点小小的教训。福来！这怎么回事啊？不可能！莫非乱谷？当初乱谷大帝在此斩杀禁区数尊大成圣灵，今日乱谷府于此再斩禁区圣灵。诸禁区，你们以为你们能高高在上，能只手遮天？殊不知，这些古之大帝一直在看着你们。九天把仙域视为韭菜田与试炼场，现在看来，或许是一个错误。也难怪，族里的人要让我和君公子接触，说日后大格局变幻，他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你原来早就知道了。我卖了。刀声且慢，何必做得如此之绝？不愧是天女大人啊！道兄你，那个方向是圣灵之躯，莫非是真正的大成圣灵动怒了？这就是大成圣灵的威势吗？即便未曾现身，一声冷喝都能掀翻星河。你们这算是杀了小的，来了老的，杀了老的，来了更老的吗？本神子还没有计较你们以大欺小，让准地圣灵介入战斗，你们难道还想问罪？当然，若真的是大成圣灵出手，那君某自然也不介意，只要你们敢动手。君家小辈做得太过，小心刚过一折。而且，君家能当你多久的靠山，还是一个未知数。汝等好自为之。接下来，在我9天还有资格与君逍遥交手的，就那么几个人了。实力莫测的王衍、长生天、大魔王古千面、兽窟4小王第一的涛王，还有9天龙凤榜榜首长生弟子。接下来还有一个目标，就是寻找更多的仙道物质。只要有足够多的仙道物质，九黎图和乱国府都有蜕变为仙气的可能。好了，不过是一场小小的闹剧而已。诸位戏也看完了，就散了吧。君公子，你做的是否有些过了？不必多废话，别说只是杀了一个七彩道人，即便与整个9天为敌，又有何妨？此战
君公子的确证明了自己的实力，你有资格与弟子大人一战。哼，此话很好笑吗？资格？谁能在我面前论资格？我君逍遥来9天，便是要镇压所有不服。告诉长生弟子，我给他挑战本身子的资格。前段时间有消息，归墟之地貌似有些许异动传来，到时候想必会是惊动整个9天的大事啊。长生弟子、涛王、古千灭、王岩等人闭关，都是在为归墟之地做准备。到时候君逍遥若前往的话，就有好戏看了。没错，光是涛王等人就够君逍遥应付的，更别说还有9天年轻一辈第一人之称的长生弟子。君逍遥是仙域年轻一辈的第一人，而长生弟子是我9天年轻一辈的第一人。如果他们两个碰撞起来，那才叫有意思。没错。师傅，你去哪里啊？是你。在下昆虚子，见过君兄。尚未不懂事，还望君兄别介意。哪里？什么叫不懂事？我可是认真想要拜师的。此战着实精彩，之前还想着向君兄讨教2招，现在看来没有这个必要了。坤兄谦虚了。对了，之前昆凌玉姑娘说我在昆仑丘有故人，此事刚好，若君兄不介意，去我昆仑丘做客如何？我昆仑丘在9天10大禁区中，虽然不算特别出名，但至少也有好酒招待。到时候，君兄的疑惑自然也会解开。既然坤兄如此邀请，那君某就却之不恭了。君兄果真爽快，你放心，我昆仑丘可不是轮回海之流。昆仑丘来历果然不凡。实不相瞒，我昆仑丘的前身乃是昆仑彝族。昆仑彝族？没错，我们昆仑彝族曾经是无比鼎盛且辉煌的一族。我族的昆仑古地曾名震太古，与天争锋，那是一个何其浩瀚鼎盛的年代。但后来貌似出了什么变故吧？没错，都是因为苍族。苍族？我昆仑一族因苍族而覆灭。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吾族昆仑古帝曾放言，要将天道踏在脚下，让吾族取而代之。苍族认为我族不敬天道，要替天降罚，我族自然不从。但苍族的底牌太多了，还有各种阴谋诡计。最终在2族大战之中，我族落败。抱歉，提到了你们的伤心事。君兄见外了，这原本就已经是很古老的历史了。而且我昆仑彝族能够延续至今，在9天建立昆仑丘，也多亏了你们君家的帮助。君家？当初我昆仑一族被苍族击溃，苍族原本是想灭我昆仑一族的全部血脉，但在关键时刻君家插手了，阻止了苍族。苍族貌似也对君家颇有顾忌，又看到我族修士都被杀得差不多了，所以最后也就没有下死手。没有君家，就没有今日的昆仑丘。虽然对君家而言，这可能是举手之劳，但此恩我族一直铭记在心。末将聂战参见少主。这末将乃主上白衣神王君无悔麾下神王8部众之一，聂战。原来是聂战前辈，可是你怎么会在9天昆仑丘？此事说来话长，不过在此之前，少主请随我来，有一个人，你或许愿意看到。因为阿角他一直在修炼，所以暂时没有把少主临到9天的消息告诉他。又是幻觉吧？近来修炼倒是时常出现。阿九，是我来了。少主，不必如此。能在这里见到阿九你，也让我很是意外。没想到，阿九你已经到达了道尊之境。果然，当我的护道人是浪费了你的天赋和时间。服侍少主，阿九无怨无悔。若有可能，阿九愿意一辈子当少主的护道人。只不过，以少主的天赋，怕是要不了多久就不需要阿九了。阿九，你这是说什么话？你在我心中，可不仅仅只是一个护道人那么简单。我之前也承诺过，从前岁月，你护我平安，往后余生，
我保你无恙。少主，好了，阿九，说说你的经历吧。对了，聂战前辈为何会待在昆仑丘？回少主，是主上的命令。父亲？没错，我们神王八部众虽没有时刻和主上在一起，但个个都有属于自己的任务。比如李信，他一直坐镇万古藏土；还有战神蛮，之前也是一直待在边关之地。而我则被分配到了9天，一直待在昆仑丘，监察9天各大禁区的动向。一旦9天诸禁区有什么大动作，我就会立刻回报给君家。所以，聂战前辈得到什么消息了吗？有，归墟之地有异动，很可能是动乱来临的前兆。能否细说？归墟之地藏着9天最大的秘密，也是诸禁区动乱的源头。不过，归墟之地同样是9天最顶级的机缘之地，甚至于各大禁区的妖孽，也就是龙凤榜排名前几的天骄，都在等待着这个机缘。哦，归墟之地有什么机缘这么吸引他们？不知少主知不知晓仙道物质？难道仙道物质是从归墟之地流出来的？没错。传闻在归墟之地深处有一扇门，被称为成仙门，而仙道物质就是从成仙门中流出来的，所以归墟之地也会残留下一些仙道物质。此外，归墟之地环境特殊，封天绝地，有浓郁的规则之力在其中弥漫，所以对于领悟规则也是极佳之地。成仙门，成仙门到底是何种存在？又和动乱有何种联系？君兄若不介意的话，可以去见我族族长，他或许能够解答君兄的疑惑。小友远道而来，有失远迎，还望见谅。昆仑族长客气了。小友，先请坐。以仙道物质泡茶。哦，逍遥小友，既然知晓仙道物质，那想必已经知道了9天的部分秘密。偶然接触到了一些事情罢了，这背后的惊天大秘的确是很难探寻。小友天资实力果真妖孽，这一杯茶下肚，一般的天骄可是承受不起呀。昆山族长，您应该知晓君某来此的目的。自然知晓。你想知道动乱的秘密，想知道成仙门的真相。关于成仙门的事情，我知道的的确不多。虽然我年岁不小，但和成仙门的古老相比，依旧像是个雏儿。只知晓传闻成仙门是通往成仙之地的门户，其中有着成仙的契机，更是有着无穷的仙道物质。但具体真相是什么，没人知晓。毕竟没人真正踏入过成仙门，更没有从成仙门里出来过。成仙门是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门户吗？那就不清楚了。事实上，别说真正进入成仙门的另一边，便是想跨入成仙门都很困难。古往今来，几乎无人能做到，不然也就不会有黑暗动乱发生了。成仙门可以说是9天成仙的唯一希望。毕竟成仙的门户就摆在面前，但却无法踏入，那种煎熬可想而知。成仙门就在眼前，却无法打开，这是所有无上禁忌的痛。但不知从何时开始，主祭者出现了。果然还是不能妄谈主祭者嘛，倒还真是有点霸道啊。昆仑族长，所谓主祭者是？主祭者并不是指某一类特定的生灵，而是一种身份的称呼。没人知道是谁创造了主祭者这个身份，只知道在9天，只有最神秘、最强大的禁区无上，才有资格、有可能得到主祭者这个身份。也就是说，那些主祭者其实都是禁区最古老的无上禁忌。没错，那些主祭者都是站在9天乃至这个世界巅峰的存在，坐看万古浮沉，俯瞰沧海桑田。主祭者从古至今，无论如何变换，始终都只有5个位置。也就是说，哪怕最多的时候，主祭者的席位也只有5个。5个主祭者席位。其实仔细说来，你和主祭者或许也有一丝因果在里面。我？为什么？
外界都传闻小友乃是吴中大帝传人，没错吧？你应该知道，当初吴中大帝将轮回海的一位无上禁忌打得重创沉眠，而那位轮回海的无上禁忌就是一位主祭者。可以说，吴中大帝真的是强大到古今绝巅。那些以往平定动乱的仙域大帝，其实未必都与主祭者交过手。毕竟每一次动乱，不是所有的主祭者都会现身，有时候可能只会出现一位，有时候则是2位，几乎很少有3、4位主祭者同时现身的时候。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仙道物质不够分。仙道物质不够？那黑暗动乱与成仙门的联系，莫非是？没错。你可能会好奇，主祭者的身份究竟能带来什么，又有什么特殊意义？只要能得到主祭者身份的存在，都掌控有一种特殊的血祭之力，拥有一种能够献祭成仙门的手段，而献祭的贡品自然就是仙域万灵。就好像古时候皇帝祭祀苍天，会屠宰牛羊牲畜当作祭品一般。所谓主祭者存在的意义，就是通过掀起黑暗动乱，以血祭之力血祭仙域万灵，以仙域万灵为养料，通过归墟之地的一座不朽祭坛祭祀成仙门，令其大开。当然，至今为止，成仙门都未彻底打开过。只知道献祭的能量越多，成仙门的缝隙也就越大，自然就能流出更多的仙道物质。虽然那些想要成仙的无上禁忌无法进入成仙门，但仙道物质也对他们大有裨益。主祭者身为祭祀的主体，掌控着最为庞大的血祭之力，自然能得到最多的仙道物质。而通过不朽祭坛祭祀成仙门的举动，被称为主祭仪式。这太过残忍了，将仙域万灵当作牛羊牲畜一般屠宰，成为贡品献祭给成仙门。妈的，这些主祭者当真不是人？人？那些主祭者，他们早已经不算是人了。他们站在9天的最巅峰，早已抛弃了身为人的七情六欲，成仙是他们唯一的目标。你可能无法想象，那种永远都停留在一个境界，直到在岁月中消失凋零的痛苦，还有那种成仙的希望就在眼前，却无法踏入的痛苦。这种痛苦令他们丧失了一切身为人的情感，成为了比天道还要冷漠的存在。天道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在他们看来，只要能极尽升华，迈入仙道领域，便是献祭天下间一切生灵，那又如何？难道系统让我签到这枚主祭令，是真想让我成为第5主祭？虽然不可能真正堕入黑暗，但也未尝不可利用这主祭者的身份。对了，前辈方才说，每一次动乱，5位主祭者都不会同时现身，因为构成了仙门内的仙道物质不够分。那么这一次，没错，以往的动乱，5大主祭者不会同时现身，每一代都会出现1、2位，最多也就2、3位。所以这也导致了以往的动乱虽然也足够恐怖，但始终都在一个可控制的范围内。甚至于吴中大帝镇压的那一次动乱，他还重创了轮回海的那位主祭者。但是现在在9天有传闻，这一黄金大事，成仙门可能会出现前所未有的变故，有打开的可能。所以有传言5大至高主祭者将会在这一世动乱中全部现身。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人都说这一次动乱将是史上最恐怖的动乱，前所未有的大浩劫。原来是这样。而且你认为这就完了吗？什么意思？5大主祭者不过只是主持主祭仪式的核心成员而已。除此之外，其他那些清洗派的禁区也会有禁忌人物主动出手，展开大清洗。那些禁忌存在虽然可能比主祭者弱一等，但也不是一般大帝能够对抗的。这其中的因果实在是太复杂了。如果是主上的话，他一定会想办法阻止。但是，请问前辈，知晓几位主祭者的身份吗？抱歉，是晚辈唐突了。虽然具体的不能说，但有一点可以透露给小友你，那就是古往今来
一些主祭者的身份时常会变换，有些甚至会失去主祭者的身份，比如遭吴中大帝重创的那位轮回海无上禁忌。但是有一位主祭者始终都没有变动过，一直拥有着主祭者的身份。哦，是谁？长生岛的那一位。长生岛？没错，虽然9天10大禁区没有所谓的强弱排名之分，但实际上隐隐间还是有一些层级区分的。而长生岛一直以来就隐隐是9天10大禁区之首。当然不是说长生岛远比其他禁区强，而是他们太神秘了。还有长生岛的那位主祭者，只要有他在，长生岛的地位就永远不会跌落。长生岛为什么要联合地府对圣体一脉施加诅咒？少主，小友，大致的情况就是如此了。至于更深层次的秘密，因为我昆仑丘并未参与过动乱，所以也不可能知道更多的消息。接下来小友有何打算？接下来应该会等待归墟之地的开启吧。的确，每一次成仙门显化之前，归墟之地都会先产生异动，那也是可以深入其中的机会。因为每次成仙门都会在归墟之地显化，所以或多或少残留下了一些仙道物质。虽然那些禁区的无上禁忌可能看不上，但对年轻一代而言还是很大的机缘。不过小友也要当心，毕竟你在9天树敌太多，想要灭杀你的禁区不在少数啊。他们敢吗？小友有所不知，归墟之地因为是成仙门显化降临的地方，所以那里的天地规则极为特殊，任何神念因果都无法渗透到那里，位于其中的人也无法将任何信息传递出去。也就是说，假如有人要在其中对小友你不利，外人是不可能知道的。假如你发生了什么不测，哪怕是军家也不可能知道是谁对你下了手。对了，昆山前辈，如果是分身进入归墟之地的话，如果陨落，那本尊岂不是还会知道？我知晓小友你掌控有一气化三清法门，但不论是分身、法身还是其他什么东西，只要一进入归墟之地，立刻就会和外界切断联系，哪怕是本尊也无法感知到分身在其中经历了什么。只有分身从归墟之地出来后，才会重新和本尊建立联系。昆山前辈，在下有2个疑问。那归墟之地应该不会有更强者进入吧？还有，应该不只有禁区天骄能进入其中。关于这个，小友大可放心。正是因为归墟之地的特殊天地规则，所以各大禁区都规定，归墟之地的历练仅限年轻一代进入，为的就是防止有其他强者进入，对自家天骄不利。另外，归墟之地开启时，诸禁区也会让其他年轻天骄进入其中历练。当然，他们可不是大发善心，而是将那些天骄当成炮灰杂鱼。毕竟归墟之地身为9天之上的禁地，还是极为凶险的，其中仍旧有许多尚未被人涉足之地。那些天骄刚好可以当炮灰去探路，也算是为这些禁区天骄打前锋了。小友可暂时待在我昆仑丘，等待归墟之地的开启。昆山前辈客气了。别打扰君兄了，让他一个人先静静吧。怎么，都以为我心境很脆弱吗？少主，别给自己太大的压力。阿九，我可没这么脆弱。好了，许久未见，陪我弹琴吧。我尚且记得，还在小的时候，是阿九教我弹琴。如今少主的琴艺，想必也要远超阿九了。多谢少主。哪里？和阿九你一起抚琴，令我的心情也是愉悦了不少。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一场动乱翻不了天。果然是又有什么计划了吗？青衣姑娘，没想到你会选择这个时候来找我。看来君公子并不意外青衣的到来。无事不登三宝殿，看来青衣姑娘是有事情想拜托我。君公子的智慧果然令人佩服。青衣的确是有事而来，想与君公子相商，那就是希望君公子
助我诛杀古千面。哦，青衣姑娘，你好像也是仙魔洞天的人吧？而且，貌似那古千面对你也有想法。古千面的态度只会令青衣感到反胃。青衣姑娘想对古千面下手，应该不只是因为他对你有所觊觎吧？如果青衣姑娘现在还藏着掖着，那就没有商量的必要了。实不相瞒，君公子不是一直好奇青衣的体质吗？青衣其实是天仙体。天仙体？难道？君公子想的没错，我的天仙体和古千面的天魔体其实有互补之效，就好像太阳圣体和太阴圣体交融，有可能会化为后天混沌体一般。青衣若是能够得到古千面天魔体的力量，那么青衣就会化为传闻中的仙魔道体，那样的话也就可以彻底炼化掌控仙魔洞天的仙气仙魔图了。其实想要得到天魔体的力量，并非一定要杀了他。青衣是不可能委身于古千面的，更不可能屈于任何男人之下。有志气。青衣姑娘想杀古千面，就不怕泄露出来，到时候连仙魔洞天都容不了你。只要在归墟之地下手，就不会留下任何痕迹。那里的环境屏蔽任何因果探知，只要君公子不泄露，那这就永远是个秘密。我知道，到时候又让我来背锅，外界会认为是我杀了古千面，对吧？君公子，你此话之意？姬青衣，别以为本公子不知道，当初那季道一之死，说是被异域生灵暗杀了，其实是你杀了他吧？结果最后却是我帮你背了锅，那季家也是找的我的麻烦。说真的，这件事令君某有点不爽。君公子，这件事是青衣做的不妥，希望公子能够见谅。姬青衣，给我一个不动手并且帮你的理由。青衣自然不会没有准备就来。我可以告诉君公子，这次归墟之地，你若前往，敌人绝对不仅仅只是九天骄子。好，地府三天子会在归墟之地对你出手。你是如何知晓此事的？地府三天子找上了古千面，想要联合他这位大魔王一起镇杀你，而古千面则找到我，要让我引你上钩。毕竟他也知道我和君公子你略有交集。原来是这样。君公子若是愿意，我们可以先暗中谋划一番，将计就计，将古千面和地府三天子彻底抹杀于归墟之地。虽然古千面和地府三天子加起来也不是我的一合之敌，但你的这份诚意，本公子收下了。这季青衣倒是会算计，他其实心里也清楚，所谓的计谋，在绝对的实力面前没有丝毫作用。他也知道，哪怕他没有告密，古千面和地府三天子想杀我，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他说出来，就是为了抚平他之前让我背锅的疙瘩，好让我消除心中的芥蒂，顺便把他的秘密告诉我，展露出一副真诚的样子。季青衣，你能走到这一步，也算是有手段的。只要不惹我，一切都好说。地府的确是死性不改，还想得到我的圣体道胎身。他们到底在研究什么东西？长生岛联合地府制造了圣体诅咒，地府是需要圣体精血，那长生岛敌视圣体一脉的原因又是什么？地府三天子没有去找长生弟子合作，反而是找了古千面，是因为那长生弟子太高傲，不屑与人合作吗？纪元的宿命将再度降临，伟大的主祭将要现身，主持这一世的大清洗。吾等禁区也要开始做准备了。这一世的大清洗是史无前例，也是最为重要的。若是能抓住这个机会，那就能一步登天。没有任何仙域大帝能阻止这一世的大清洗。五大主祭将会同时降临，为打开成仙门做准备。君兄，我们也差不多该出发了。好，上主，阿九陪你一起。这才几天，就如胶似漆了。君兄，我们到了。
归墟之地就在其中。果然没错，这就是一个无法被窥探的黑匣子。君需要小心一些，如今对你有想法的人可不少。君公子，你果然是来了。君公子是想要找洛离吗？他并未前来。君公子何必老是惦记着那个小丫头？家花有野花香吗？逍遥，你果然也来了。哎呀，难怪不理人家，原来是早就采到野花了。他是谁啊？不必理会。君逍遥，你还真敢前来归墟之地？没想到仙魔洞天真的能在这一纪元凑齐天仙体和天魔体，他们俩若结合，日后成就绝对不低啊！是啊，仙魔洞天的仙气，仙魔图，传闻就是需要身怀仙魔道体的人才能彻底的掌控。其实我与你本没有太大干系，但你却杀了我的侍从，这笔账到归墟之地再算。可悲！你死到临头还不自知，哼！哦，涛王，灶王，救我们！废物，真是给我受哭丢脸！那位就是涛王吗？看上去果然有些不凡啊！听闻这涛王修炼的吞噬仙经，被他走出了属于自己的路，旷古绝今，极其可怕。如果能够将你炼化的话，我的吞噬之道一定能达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境界。只要你有那个本事。玄尊，果然是玄尊之境。君逍遥，我倒是谁？原来是癞蛤蟆。君逍遥，逞口舌之快有用吗？没用，但是心情舒畅。君逍遥，你赶进归墟之地，那是你的本事，到时候结果自见分晓。君兄久闻大名，今日得见，果真不凡。长生弟子。他的气息又比之前更深邃了。本公子好像和你没有什么交情，不必称兄道弟了。哦，我和君公子初次见面，没想到君公子对我却有敌意。你们长生岛干过什么事情，心里没点数吗？又何必虚与委蛇？君公子说的，莫非是没落的圣体一脉？圣体一脉，果然是你们干的。原来君公子的敌意是因为这种小事。圣体一脉妄图逆天，本就不该存于世，他们的没落也在情理之中。而且君公子现在貌似已经蜕变为了准先天圣体道胎，圣体一脉对你而言应该没什么意义吧？君公子又何必追究尘封的真相呢？看来你们长生岛是认为自己做了正确的事情，难道不是吗？圣体一脉认不清现实，每一代圣体都妄图想阻止大清洗，如螳臂当车，不自量力。好，既然如此，本公子也让你体会到比圣体一脉更深的痛苦。本想交个朋友，现在看来是不可能了。不给本弟子面子的人，本弟子会让其知道什么叫做后悔。弟子大人愿意降低身价给你机会，却不知道珍惜，真是愚昧。谁都没资格对少主说这种话。哦，重统者，贱女人，多说一个字，你性命难保。你，莫非和剑种的那位有关？不过本弟子的人可不是你能动的。诸位别因我而生气，把格局拉低了。遇到叫嚣的重置，找机会碾死即可，不必过多争执。归墟之地开启了，开启了，开启了，开启了！君逍遥，是个男人就别畏缩，本少主在归墟之地等你。如果我是你，现在最好的做法就是转身离去。毕竟归墟之地屏蔽一切因果，到时候若是连出来的机会都没有，真是令人不爽。无碍，一个人的眼界认知总是有限度的，井底之蛙无法想象鲲鹏之浩瀚。坤兄可知道归墟之地里都有什么机缘之地？归墟之地最吸引人的，自然是残存的仙道物质。君兄有所不知，在归墟之地深处，
有一个个被称为仙坑的地点。每一次成仙门显化，虽然都是在归墟之地深处，但地点有时会偏移。而每次成仙门显化，或多或少都会残余许多仙道物质，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个个仙坑。仙坑之中有仙脉存在，乃是仙道物质沉于地底，经过漫长岁月凝练挤压而成。仙脉虽然不纯，但找到后就可以从中提炼出精纯的仙道物质。若是幸运，还能找到1等仙脉，能提炼出更多仙道物质。仙脉还分等级？仙脉分为3等仙脉、2等仙脉、1等仙脉，分别长10里、100里、1000里。等级越高，能提炼出的仙道物质自然也就越多。所以君兄最好是多找几条1等仙脉。不过那要靠运气。生命禁区之所以让所有天骄都有资格进入归墟之地，也是想让他们多发掘一些仙脉，还可以抢夺。那除了仙道物质呢？在归墟之地内，传说还有一片符文密地，最适合用来领悟法则。不过我劝君兄别去，因为那片符文密地太过诡异，听闻有某种神魂诅咒，不少天骄都暴毙在那个地方。神秘诡异的诅咒吗？另外，归墟之地最神秘、最古老的地方，莫过于不朽祭坛了。那可是主祭者开启主祭仪式的地方，常年都弥漫着恐怖威压，一般天骄根本不可能靠近。传闻不朽祭坛内有某种绝对罕见的大机缘，超过了归墟之地里的一切机缘。不过那就不是我们这些年轻一辈能染指的了，那可是和主祭者有关的东西，只有主祭者才有资格接触。好了，我们也进入吧。地府3天子，这真是成仙门降临的地方吗？成仙之地应该是祥瑞无比的，结果此地却如此诡异阴森。还有那不朽祭坛、主祭仪式，我怎么感觉那不是成仙，而是要化魔？此地果然有诡异，与仙域规则隔绝，怪不得如此神秘，怪不得需要炮灰和杂语，此地果然处处诡异。难道是因为主祭者血祭仙域万灵所造成的罪孽太大，才让本该祥瑞的成仙之地成为了魔土？难道是符文密地吗？敢进入那种地方，是自寻死路吗？不过正好，不必弟子大人出手了，我就可以解决你。阁下，你只有肉身躯壳，元神已经消散了。这不就是符文之地的诡异吗？几10种，不对，最少有上百种法则的变换。大地？不，莫非是一尊巨头？果然。什么？这是3世元神？看来应该是禁区的某位大佬了。残魂不灭，还想着借尸还魂呢。3世元神，那更好，当做我的嫁衣。吞噬了成千上万的天骄灵魂，都比不上你一人的元神。地又如何？已经是一道残魂，就别作妖了。原本只是想领悟一下法则，不过现在嘛，你这地境残魂，我收下了。笑话，地不可辱。这是乱骨，你怎么会有他的东西？君逍遥，没想到你会栽在此地吧？这水晶头骨乃地之残魂，要怪就怪你对自己太过自信了。抱歉，你说什么？地之残魂难道没有侵蚀你的神智？哼，地之残魂算得了什么？也只有被我炼化的份儿。你难道反过来镇压了地之残魂？你的元神修为究竟有多恐怖？逃，只有弟子大人才能对付得了他。暗中偷袭，现在就想逃了？别惊讶，长生弟子来了也是一个结果。弟子大人的实力，你根本不明白。果真是井底之蛙。你现在想怎么样？你是不是认为本公子不敢杀你？怎么说呢？现在我的确不会杀你，但不是因为不敢，而是我想以更加有趣的方法
对付你和长生弟子。这么简单就想死，那未免也太轻松了，也对不起圣体一脉所受的痛苦啊。君逍遥，你想做什么？你那么普通却又那么自信，真以为本公子会看得上你吗？君逍遥，你胆敢扇本天女耳光！你们这些卑贱的仙羽生灵都该死，只配当雏妓大人的血迹畜生！这就是堂堂9天第一丽人，被无数9天修士视为女神的长生天女。真想让他们看到你面具下的真正嘴脸。我有说错什么吗？我们长生岛本就高高在上，你们这些人只配当献祭给成仙门的畜生。哪怕仙域死了千千万万的生主，都抵不过本天女的一根手指，明白吗？君逍遥，你不能死！想让我死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你不是第一个，也绝不会是最后一个。但可惜，我活得还算不错。放心，你暂时还死不了，或者说，想死都难。我知道，你还把希望寄托在长生弟子身上，指望他来解救你，对吗？好，对现在的你而言，哪怕杀了你，你也只是恐惧。但我要让你体会到比恐惧更深沉的绝望，而最大的绝望莫过于让希望在你眼前破碎。我不信，我不会死，我会亲眼看到你败在弟子大人的手中。这怎么可能？他怎么能够领悟如此之多的法则？1道、2道、3道，这怎么可能？他怎么可能领悟这么多法则？难道他想领悟完整的3000法则？不可能的，你绝对不可能成功的，你又不是主祭者大人。虽然不算多，但也算是前进了一步。恒沙级元神，而且境界极为高深。不错啊，这归墟之地果然是个机缘宝地。走。曲逍遥，你要想得到仙道物质，就得找寻仙坑，然后挖掘仙脉。难道是因为仙脉的原因，才导致仙坑中的景象与其他地方不同？这是3等仙脉，才这么点儿。如果靠我一个人，那得浪费多少时间，吵到什么时候去？不过没关系，让其余天骄先去寻找挖掘，到时候再和他们友善的交流一下就行了。终于要行动了吗？君公子，没有想到能在这里见到你。长生天女，君公子好手段。对了，君公子，青衣发现了一处特殊的矿坑，不知可否有兴趣一起前往？没问题，有好处的事情怎能不去？难道会藏有1等仙脉？进去探寻一番就知道了。怎么了？古千灭，姬青衣，你君逍遥，你没想到吧？和你同出一地的人，最后却背叛了你。你竟然降服了他。原来是这样，你们已经串通好了引我上钩。不过古千灭，你是不是太高看自己了？君逍遥，你还真是一如既往的目中无人。如果以你的圣体道胎之血沐浴我身，应该会给我的天魔体带来全新的变化吧。大言不惭！哼，受死！这怎么会？我的肉身强大到不堕轮回，凭你这一招就想腐蚀我的肉身，可笑！别得意，有点意思，但还不够。我操！你丫的能不能给点面子？我好歹也是天魔体，就不能让我彰显一下自己的牛逼吗？啊！青衣，祭出仙魔屠烙印！啊！
起，我们合力催动仙魔图，镇压君逍遥。好，怎会？如果是真正的仙气仙魔图，那还真有点麻烦。但只不过是一道仙气烙印，就想挡住大罗剑胎，痴人说梦。还有遗言吗？君逍遥，我承认你的确出乎我的意料了，但你想杀我，也没那么简单。出来吧，不必掩藏了。君逍遥，山不转水转，我们又见面了。君逍遥，没想到我会出现在这里吧？在被遗忘的国度的时候，我就说过，你的圣体道胎，我尸玉殿要定了。这两位想必就是地府三天子中的明天子和鬼天子了。你们倒是来得整整齐齐。君逍遥，你同我冥王一脉多有摩擦，现在也好，直接将你铲除。虽然你还有混沌身，但少了这圣体道胎身，想必也会对你的天赋实力造成致命的损失。君逍遥，我幽魂殿对你的三世元神很感兴趣，说不定能从中研究出三世轮转的奥秘。你们为了镇压我，倒是费了一番功夫。哼，为了镇杀你，怎样都不过分。先是联系古千灭，让他以姬青衣为引子，到时候将你引导至此地，而我们则提前在这座仙坑布下往生魔罗阵，这可是我地府最强大的杀阵之一。虽然眼下只是简化版，但对付你足矣。加上我们三天子本身的力量，还有古千灭与姬青衣辅助，除非你是神，不然怎可能有活路？君逍遥，现在还在佯装镇定吗？虽然我对付不了你，但只要你死了，那我的屈辱战败就不存在了。既然你们认为这是最好的机会，那就来吧，别说君某没给你们机会。哼，这个时候还在装？你的元神修为达到何种境界了？恒沙级元神，而且已经修炼到了极为高深的境界。他到底怎么修炼的？三世元神也没这么逆天吧？镇定，他已经是笼中困兽，再如何也翻不了天。笼中困兽，真正的困兽到底是谁呢？青衣，等下我们和三天子一起出手，再借助此地大阵，彻底镇杀君逍遥。君逍遥，还有何手段？这就是你们的信心来源吗？君逍遥，我知道你还有一重底牌手段，就是那以信仰之力催动的神灵法身，但我知道你现在绝对不可能使用出来。那法身的催动需要消耗海量的信仰之力，而你也清楚，接下来9天禁区将会展开恐怖的大动乱。如果没有神灵法身，你连参战的资格都没有。而且经过了恶祸之战，你的神灵法身想要积攒足够的信仰之力也很困难。所以我断定，即便你的圣体道胎身陨落，你也不会动用神灵法身，至少你还有一个混沌身在。不错，原本在我心中你们的智商都是负数，现在看来你们的智商应该为0，是我小看你们了。君逍遥，你的嘴皮果然名不虚传。你们猜对了，我的确不会动用神灵法身，那是给一些大佬准备的礼物。你们这些杂鱼还没有资格令我动用。杀鸡焉用牛刀？那是法则？怎么可能？100多道法则！该死，这到底是个什么妖孽？还有没有天理？有没有王法了？现在轮到我了。怎么会？那尸体可是融入了仙金，甚至可硬碰地冰。诸位，记住底牌手段。那是。果然，地府能得到仙道物质资源，和9天禁区脱不了干系。特别是长生岛。青衣，一起镇杀他！就让你们体会一下何谓绝望。青衣，你这是怎么回事？还管得了别人吗？逆天子！姬青衣，
原来是你！凭你们也想暗算君公子，简直是不自量力。姬青衣，你这个贱女人，枉我对你那么用心，你竟然……那不过是你的一厢情愿罢了。青衣只感觉恶心。该死，顾千面，你这个蠢货！该死，顾千面，你毁了我们的计划！为什么？姬青衣，从你到仙魔洞天开始，要什么有什么，任何资源我都让人给你，甚至仙道物质都愿意分你一些。你为什么还要背叛？要什么有什么。如果我要你的命呢？你也愿意给吗？你说什么？只要炼化了你的天魔体，就有机会让我成为仙魔道体，然后执掌仙魔图，更进一步，或许会成为仙魔洞天日后唯一的主宰。那你也未必非得杀我，我们可以双修。现在你收手还来得及。和你，这天下间能让青衣现身而不反感的人，到目前为止只遇到了一个，但绝对不会是你。贱人，你这个贱人！今日我顾千灭，哪怕豁出性命，也必杀了你！精彩啊！不过我们这边也该解决一下了。等等，君逍遥，暂且住手！要不我们就此退去如何？我们保证日后不再打你的主意。明天子的陨落，我们也会想办法解决，不会找你麻烦。你觉得这可能吗？君逍遥，做事留一线，日后好相见。你若在此彻底杀了我们三人，就是和地府彻底结下大仇，不死不休。好，原来之前我和地府一点仇怨都没有啊！你猎杀计划是你们自己制定的，现在也该为此付出代价。贱人，哪怕我死，也要拉你一起下地狱！这是……没错，这就是天魔解体大法，天魔体的禁忌之招。虽然实战出来后我也可能会死，但我死也要拉你陪葬。我操！难不成本天子的实力也在稳步提升？贱人，这一招拉你一起下地狱！难道真的要祭出底牌？我可以反杀。君公子，君逍遥，贱人，你这个贱人！聒噪！多谢君公子出手相助。其实我算是多管闲事了吧？没有我，你也能独自解决古千灭。那样的话，青衣也要付出代价。现在青衣也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江圣依、江洛离那些女子都如此迷恋你。为什么？这种被人保护的感觉的确不赖。君公子笑什么？你可不是一个甘心被别人保护的女子。而且说真的，谁保护你，说不定你背地里还会捅别人一刀子。季道一、古千灭，不都是如此吗？谁当你的护花使者，还真是倒了大霉。君公子和他们不一样，青衣怎敢对你有恶意呢？是吗？那时候你不是真的想和古千灭一起镇压我吧？后来发现我的实力的确比想象中强太多，所以还是按照原计划和我合作。君公子，原来在你的眼中，青衣就是这样一个满腹算计的女子吗？好像也差不多，但无所谓。以你的聪明，应该明白，谁可以算计，谁不可以算计。青衣自是明白，只是君公子现在是否可以帮青衣抹除脸上的痕迹了？这也算是我给你留下来的标记。抹除的话，对我有什么好处吗？青衣可以告诉你，在归墟之地的更深处，还有一个超级仙坑，在那其中很有可能会有超越一等仙脉的特等仙脉出现。现在已经有许多天骄朝那里汇聚了，君公子再不去就晚了。
特等仙脉。一等仙脉长千里，而特等仙脉足有万里之上，能够提炼出更多的仙道物质。这个消息就算是对君公子的答谢吧。那好吧，多谢了。如此美色，却难有人见到。可惜，这不是更好吗？是君公子独赏的景色。那超级仙坑，你不一起去吗？轻易就不去了。我若和君公子你一起现身，那古千灭的死就会立刻怀疑到我的身上。你的心思的确缜密，虽然最后还是要让我来背锅。那就麻烦君公子了。另外，还有那长生天女。放心，她走不出归墟之地。当君公子的敌人还真是悲惨。希望以后还能有和君公子合作的机会。对了，青衣姑娘，你之前所说那个可以现身却不反感的人，不会是说君某吧？你猜？真是一个有意思的女子。我倒是好奇，你能靠着自己走到哪一步？仙魔洞天的那位女子竟然也是你的人，你的算计也太深了。觉得意外吗？更意外的还在后面。不，即便你阴谋手段再多，弟子大人也能够对付你。他是9天年前一辈的第一人。第一人？有我在，这个名头他当不起。妈蛋！什么君家神子，好歹给我留一点啊！韭菜还要留点根呢。不错，果然是最快的手段。什么君家神子，竟然也有如此无耻的一面。你懂什么？我这是以德服人。你没看到他们脸上都是带着感激的哭泣吗？没想到还能碰到老熟人。大哥，等到了那座超级仙坑后，如果能找到一条特等仙脉，那就可以提炼出足够我们3兄弟修炼的仙道物质。没错，虽然我们现在搜集了不少仙脉，但是还比不上特等仙脉。那是当然。诸位，许久不见，甚是想念。你别过来啊！快跑！本公子是魔鬼吗？有这么可怕吗？你丫的，你是不是恶魔自己心里没点数吗？君逍遥，你想做什么？没错，君逍遥，你若真的敢对我们怎么样，轮回海是不会放过你的。君逍遥，你若真敢动手，我们就鱼死网破。你们这是说什么话？本公子最讨厌打打杀杀了。君逍遥，你到底卖什么关子？你们3兄弟人多，现在应该也已经搜集到了不少仙脉吧？这种好东西很容易被人惦记，交给君某，我来替你们把握，承担你们的风险。君逍遥，你太过分了！莫非是君某的好心被当成驴肝肺了？看你们的样子，应该是前往超级仙坑吧？那很好，跟我走，挖矿的任务就交给你们了。什么？君逍遥你不愿？没有。看来这就是归墟之地内最大的一座仙坑了。不知道君公子现在到哪儿了？怎么，你子动心了？没关系，为兄可以替你说说媒。哎哥，你说什么呢？我只不过是想拜君公子为师罢了。是那位剑种传人。君兄还没来吗？既然如此，那这处仙坑的机缘可不能让他人先得到了。这下有点麻烦了。你们都滚！此地我要。做梦！哦，看来在君逍遥身边跟久了，你的信心也膨胀起来了。你们剑种之前就出过一位忤逆者，现在你是要步他的后尘吗？废话少说，一切见上见分晓。好家伙，敢直接挑战龙凤榜第2的涛我！此地倒还真是热闹啊！哎，那位来了，长生弟子来了。长生弟子，剑种倒是出了一个有意思的角色。怎么，你也要出手吗？叶某并不介意以1敌2。我去，果然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啊！在君逍遥身边待久了，一个个都和他一样狂吗？果然，
你们剑种尽出一些脑生反骨之辈。当年的独孤剑神如此，现在的你也是如此。不过，强如独孤剑神，最终也只能黯然落幕，又何况是你呢？天命不在你们剑种，而在我长生岛。高者必堕，摔下来的时候，你会更凄惨。唉，这该如何是好？堂堂9天龙凤榜第1、第2的存在，莫非也要以多欺少？哎，是君逍遥来了，他身后的3人正是轮回海的3大少主。莫非他们也像兽窟3小王一样被镇压驯服了？哎，你们看，那个被链子拴着的女人，怎么感觉有点像长生天女啊？什么叫有点像啊？那根本就是天女大人，好不好？啊！弟子大人，君逍遥，你长生弟子，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放心，君某的眼光还没有低到那种程度，根本下不了口啊。弟子大人，你一定要杀了他！我去，我的梦破碎了。够了，丢人现眼！弟子大人，君逍遥，哪怕你背靠君家，也承受不起我长生岛的怒火。废话少说，就让本公子看看你这9天第1人有几分本事。这就是9天第1人的实力吗？这种试探就不必了。哼，既然你想找死，那本王成全你。一头畜生，怕你不成？不会的，不会的，弟子大人绝对会镇杀你，绝对会的。什么？长生弟子竟然稍落下风？君逍遥，你竟然学了这么多法，不愧是艺术级别的资质。这才不过是热身而已。本弟子也不过只是热身。既然如此，就让你见识一下我9天长生岛的真正绝学。太恐怖了，这才是长生弟子的真正实力吗？9天有几人能接下这一招啊？弟子大人果然是无敌的。长生仙经，有点东西。怎么会？不错，这一招有一点东西。怎么会是这样？怎么会是这种结果？难道连榜首的长生弟子都不是君逍遥的对手？我9天竟无一人能与君逍遥争锋！不，我不接受这个结果！君逍遥，你修炼的到底是什么法？本弟子就不信，你还当真能无敌不成？那个地方是不朽祭坛。君逍遥，算你走运，之后再战。弟子大人，救我！再多给你一段活命的时间。走。不朽祭坛难道真的有什么异动了吗？不过那地方可不是我们一般人能够深入的，那种威压太强大了。君兄，我们不追吗？此地可能埋藏有特等仙脉，这个机缘我们可不能浪费。你们3个过来。怎么撬不动？不是，去挖矿。这不会吧？轮回海3大少主成矿工了？慢着，在场之人留下你们所搜集到的仙脉。王衍那家伙竟然没来。抱歉，君兄，你们的战斗我帮不上忙。没关系，这些仙脉交给你们吧。君兄，这不必客气了，收下吧。君公子都说了，哥你就收下吧。那就多谢君兄了。看来已经坏掉了。成功了！
想必长生弟子，甚至是君逍遥等人，应该都在那超级仙坑争斗吧？而我却避开了最纷乱的战场，寻找到了足够的仙道物质，令鸿蒙紫气种发芽。以我现在的实力，足可挑战长生弟子，动摇他榜首的地位。还有君逍遥，不朽祭坛产生异动了吗？还是需要前往探寻个究竟，不能让其他人捷足先登。好了，你们走吧。君兄，到了这份上，就不用再谈你我了吧？君兄，接下来我准备去归墟之地其他地方看看，你有什么打算？我可能先在此短暂修炼一下，你们也可以各自行动。那好，君兄，归墟之地外见了。好了，接下来也该实施下一步计划了。为什么会这样？难道我连自己的突破都无法克制了？这怎么行？算了，下次克制一下就好了。是时候前往不朽祭坛了，走吧。那就是不朽祭坛。不朽祭坛，我竟然看到了不朽祭坛！拜什么拜？给我起来！果然有关系吗？恭喜宿主到达签到地，是否签到？签到。恭喜宿主获得10星奖励，仙法小宿命术。仙法，竟然是仙法！这一次真是签到了一个天大的机缘。有得必有失嘛，不愧是小宿命术。不错，我的底牌又多了一样。君逍遥，你笑什么？莫不是被不朽祭坛震撼到精神失常了？这是主机令，还是我看错了？假的，一定是假的！君逍遥，你从哪儿得来的这枚仿冒的主机令？为什么没有动静呢？难道所以是我现在太弱了，根本无法令主机令显出奥妙？这才是你的真正底牌。你以为我会拿着神灵法身对付长生弟子？未免想太多了，他根本就不配。那你想要做什么？这不会是真东西吧？你认为呢？我说怎么回事？原来是和主祭者的气质不搭。我可真是一个天才。不错，这才符合主祭者生杀予夺的气质。接下来就该催动主机令了。那是血祭之力，这次真是赚大了。果然，不朽祭坛才是归墟之地的最大机缘。怪物，就是一个怪物。看来第5主机已经出现了，就是不知是何身份，是何方禁区的存在。待吾推算一番，竟然无法推算，是暂时不打算和其他几位主机接触吗？哼，无所谓，等成仙门降临，主祭仪式开始的时候，他自会现身。成败就在这一世了。主祭者，果然，不朽祭坛真的出现异动了。看来是有大机缘要出世，本弟子一定要得到。那个方向是长生岛那位不能被提及真名的存在吗？看来那位的确就是第1主祭。圣体一脉的诅咒和那一位有关系吗？算了，先别想那么多了。这次我的收获的确是太大了。如果大动乱再晚个500年，不，哪怕只晚100年，凭借我的天资，都可以一手抚平这风浪。
长生天女，接下来我请你看一场好戏。王爷，你藏的果然够深了。彼此，你的实力也从未真正展现过。听说你在和君逍遥的对决中落入下风了。哼，不过是为了不朽祭坛的机缘，才不想和他缠斗罢了，也没有祭出真正实力。本弟子认真起来，君逍遥只能饮恨。哼，那就看看谁能得到不朽祭坛的机缘了。只要我在不朽祭坛得到的机缘能超过长生弟子，我就能夺取他榜首的位置。不朽祭坛被人开启了，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是只有主祭者才拥有的血祭之力？没想到竟然有3人能够到达此地。主祭者大人，绝对是主祭者，只有主祭者才能掌控血祭之力。果然，这位莫非就是新的第5主祭？晚辈地陨神山王爷拜见主祭者大人。晚辈兽窟涛王拜见主祭者大人。晚辈长生岛长生弟子拜见主祭者大人。尔等既然能到达此地，那便证明你们是9天最精英的人物，也是9天的未来。主祭者大人谬赞了，我等也没有想到能够有幸在此见到主祭者大人。你们想得到力量吗？你们想得到血祭之力吗？当然想。很好，但你们能付出什么呢？本座并非想要你们什么东西，而是想让你们明白，世间万物都是平衡的，得到了什么，必将失去什么。就如同大清洗，以血祭万灵的代价换取成仙门的机缘。原来如此，主祭者大人是想让我们明白这样一个道理。主祭者大人，晚辈愿意献上完整的吞噬仙经，这是我饕餮一脉的无上仙经。你，晚辈愿意献上长生岛的镇族绝学长生仙经。你们2个不对，我有一样东西绝对能比得上他们2个人。不对啊，鸿蒙紫气种虽然珍贵，但在主祭者大人眼中也不至于那么稀有。而且主祭者大人若是真的想要，他甚至可以直接从我这里拿走，我也根本无法反抗。考验，这绝对是主祭者大人对我心性的考验。我若是连鸿蒙紫气种都舍不得交出，就证明我的道心太狭隘，连这种代价都不舍得付出。原来如此啊！主祭者大人当真是用心良苦，竟然如此考验我。晚辈王爷愿意献上鸿蒙紫气种。什么？王爷，这可是你的本命真种，你竟然真的愿意献出来？没错，你这代价可是太大了。想甩下我一个人，你们想的倒是美。主祭者大人，您这是……有趣，真是有趣。长生天女，这一出戏好看吗？君逍遥，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是主祭者大人显化出了我们内心的心魔？而君逍遥就是心魔的化身。主祭者大人，难道这也是对我等的考验吗？这是……长生天女，这一出小丑滑稽剧也看完了，可以把真相告诉他们了。第5主祭，你怎么可能是第5主祭？君逍遥，你……君逍遥，找死！痛苦吗？愤怒吗？之前你说圣体一脉是活该，那么现在你也同样是活该。不，我们现在应该做的是赶快逃离归墟之地，将这个消息公布出去。君逍遥是第5主祭，影响太大了。消息散布出去，到时候自然会有大人出手对付他的。想跑吗？君逍遥，还以为你有几分真本事，没想到也只能靠这般下三滥的手段设计陷害我等。废话大可不必说，我知道你们是什么想法。放心，你们还不配神灵法神出手，
本公子一人便可镇杀你们3人。君逍遥，你说的是真话，不动用神灵法身？君某保证，不会以神灵法身对付你们。毕竟我为人宽厚，心怀慈悲。有希望，只要他不动用神灵法身，我一人就足以镇杀他。君逍遥，你恐怕想不到，你的自大将是葬送你自己的最大推手。既然君逍遥如此嚣张，那我们也不用留手了，住手！玄尊大圆满，这怎么可能？无上玄尊大圆满，你怎么会是这个境界？别拿你们蝼蚁的眼光去衡量神的能力。我说过，我给予你们挑战我的机会。不必怕，即便他占有一丝境界之力，但我们是3个人。没错，现在谁都别藏着掖着，这是赌命之战。他的这一招原本应该是拿来挑战我的吧？不错的一招，但对我有何用？再不过命一战，我们都得死！杀！你们生命的最后价值，就是让我看一场跳梁小丑的滑稽剧。秦逍遥，真把自己当神了不成？秦逍遥，这就是你轻敌的下场。成功了吗？小聪明倒是有一些，但可惜太弱。这怎么可能？上百道法则！秦逍遥，你到底想怎样？当然是欣赏你们的绝望了。不过现在本公子已经有些腻了，所以该结束了。不，君逍遥，我们还可以商量。你也和他们一起吧，死前享受一下在地狱的感觉。君公子，你饶我一命吧！你的所有秘密，我绝对守口如瓶，不会说出来的。而且我已经被您禁锢了，我愿意当您一辈子的奴仆。您怎么处置、羞辱我都可以，只要您让我活着。长生天女，你为什么要求他？好，看来你对长生弟子的信念已经坍塌了。那是当然，之前都是贱妾被蒙蔽了双眼，以为长生弟子才是第一人，殊不知和君公子相比，他就是一只坐井观天的癞蛤蟆，泥地里的畜生。长生天女，你这个贱人，看不出他是在玩弄你吗？人家甘愿被君公子玩弄，总比陪你一起死要好。精彩啊！好一出狗咬狗，只可惜你连当奴仆的资格都没有。你这贱人，死来！好了，你们也差不多了。对了，差点忘了，你还有拉车的作用。既然如此，就先留你一命。你只要稍有异动，哪怕只是传出一缕神念，符文都会直接炸裂你的元神。所以你想泄密是不可能的，只会平白搭进去你的性命。秦逍遥，你休想杀我！金灯不灭，我不灭。有点意思，刚好给我的万物母气鼎当饮料。不！秦逍遥，我以我命诅咒你！一切都结束了，但一切才刚刚开始。我操，那气息，莫非是准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地狱神山、仙魔洞天，还有长生道的准地，好多强者啊！之前进入的时候还没有这么多强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莫非是哪位顶尖妖孽陨落在了归墟之地？可这也不对呀，怎么会有这么多地区准地汇聚啊？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这不会吧？难道是君兄？他到底闹出了多大的事情？不愧是君兄，君逍遥这小子
到底又闹出了什么事情？真是会惹事儿。不过好在他还有君家给他撑腰，如果光是我剑主的话，还真是有点扛不住。君逍遥，竟然以如此大的阵仗来迎接君某，倒真是让君某有些受宠若惊了。君逍遥，我神山少主的魂灯为何灭了？魂灯为何灭了？自然是死了。为何堂堂准帝会问这种愚蠢的问题？君公子斩杀了王衍。王衍，那家伙藏的可是很深，跟身怀鸿蒙紫气主，怎么可能？那我仙魔洞天的古千灭，他的魂灯为何也熄灭了？自然也是死了，这还需要问吗？那我长生岛的长生弟子和长生天女呢？自然也是陨落了。所以人是你杀的，是又如何？那古千灭呢？还有我神山少主。不必那么多废话了，本公子话就撂在这儿，都是我杀的。难道这点小事本公子担不起吗？君逍遥，你之前的那些小打小闹我都不放在眼中，但这次你越线了。没错，今日哪怕你是君家神子，也休想安然离开。所以现在你们想怎么样呢？我们想怎么样？你既然让我们禁区损失了天骄，那自然是要弥补，用你的圣体道胎之血弥补。你们做梦！诸位，你们有些过了吧？剑种，你们这次还想保他吗？君逍遥好歹也是我剑种的人，管好你们剑种的传人就够了，其他的事情你们不够资格管。除非再出第二个独孤剑神，不然9天没有你们剑种的话语权。你，诸位何必如此剑拔弩张？果然你们和君家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这次你们是站在他那边了。诸位，成仙门将临，大清洗将开始，这个时候对君家的神子出手，后果恐怕不会太好吧？废话无需多说，今日你们昆仑秋和剑种若是站在君逍遥那边，那你们也得付出代价。君逍遥，本宫保下了，谁敢动他，后果自负。那位女子是谁啊？竟然敢公然和长生岛等禁区作对！她为什么会帮君家？一介女流也敢与我等禁区作对，想保住君家小辈，怕是连你自己也要搭进来。老东西，你再敢说一遍，信不信老娘把你舌头割下来喂狗？我去，此女到底是何来路啊？说话这么狠！她的气息的确很强，在准帝境，但也不至于面对禁区还能如此嚣张吧？妖护大人，你这泼妇！诸位，一起出手镇压此泼妇！你们这是什么意思？你难道真不知晓他的来历吗？他有什么来历？看来你还真是闭关闭久了。他好像是梦帝身边的人。梦帝？梦帝是梦幻空界的那一位？怎么了，老东西？出手吧！老夫此前有所不知，所谓无知者无罪，竟然和那一位有关。哼，难怪。君兄，你在9天竟然还有这等靠山，的确是令人意想不到。靠山？所以老娘要保君逍遥，你们有意见吗？这是那位的意思吗？这和君逍遥又有什么关系？与你无关。所以你是确定要与我朱禁区站在对立面？那又如何？好，我明白了。君家小辈，这不是结束，而是开始。
血债终究要血来偿还。这就走吗？妖后大人，哼，逍遥小哥哥，我们又见面了。小哥哥，来吧，妾身带你去一个地方。如梦，你也来吧。我不是说过要找一个师傅带你吗？哼，那可是一位天大的人物。唉，君家动不动就出一个这样的万古妖孽，难怪君家能长生不衰。我一定要拜君公子为师。剑姬前辈，君兄不会再遇到什么意外吧？这你就放心吧。如果是那位要保的人，至少在动乱开始，主祭者现身之前，9天应该没有人动得了他。那一位，一个丝毫不弱于独孤剑神的存在，甚至藏得更深，被称为9天第一狠人。竟然还有这种人物？没错，因为那一位一人便是禁区。一人便是禁区？我觉得那一位要保君逍遥，或许是有原因的。哦，剑姬前辈何出此言？因为那位9天第一狠人是个女子。哎呀，不愧是逍遥小哥哥，哪怕来到了9天，也是如此张扬，替太古四兄拉车呢。逍遥小哥哥，你这是做什么呀？莫非还有这种嗜好？或许我猜到妖后前辈的本体是什么了。哼，小哥哥可真是聪明。不过你忘记了，之前要称呼妾身什么呀？夭夭，你们两个过分了啊，把我视线都挡住了。逍遥小哥哥，这才是真正的温柔乡，可是其他男人做梦都得不到的待遇。算了吧，晃得我有点眼晕。好了，说正事，我心里的确有些疑问。夭夭知道你心中的疑惑，可以这么说，一切都是主人的安排。甚至这次夭夭为你解围，不惜得罪诸禁区，也是主人默许了的。主人？怎么，知道夭夭有主人，是不是觉得心里有种不舒服的感觉？那倒没有。别骗人了，男人其实都一个样，不管女人是不是自己的，都总是不想她被其他男人得到。我可没这么想过。哼，放心吧，夭夭的主人是一位女子。女子？夭夭的主人名号梦帝，乃是9天10大禁区之一，梦幻空界的禁区之主。我家主人被称为9天第一狠人，逍遥小哥哥知道是什么原因吗？原因很简单，整个梦幻空界就只有我家主人梦帝一个人。什么？可是我和梦帝有什么关系？你和梦帝大人具体有什么关系，那就得亲自去问他了。夭夭也不知道，甚至夭夭在荒天仙域建立妖神宫也是梦帝的意思，能让我在暗中一直观察你。那梦幻空界究竟在何处？那就在那儿。那好，直接去梦幻空界。3位天子应当是全部陨落了。可恶，3天子实在是太过大意了。其实也不能说他们大意，他们准备的已经十分周全了，甚至还联合了9天的顶级妖孽。只能说君逍遥的实力比他们预测的还要强。难道这笔账就这么算了？耐心等待吧，动乱将要来临，长生岛的内外应该会趁着这一次动乱彻底灭绝荒古圣体一脉，甚至连君家都有可能受到波及被拉下水。那个时候便是我们地府的机会，或许能够得到圣体之血，甚至能得到君逍遥的圣体道胎，还有混沌真血等等。到时候
我地府的计划便可迈进一大步。仙庭、君家、9天禁区，他们鹬蚌相争，最终只有我们地府能得利。哼，离这一天不远了。是有特殊的阵法禁制吗？梦幻空界根本就不会对外开放。从前还有我和主人2人，后来我去荒天仙域后，就只剩下主人1人了。走吧。哇，好美啊！难道又是一个富婆？看来主人已经提前知道你们要来了。何出此言？其实此地的景象会随着主人的心情而变化。主人若是心情冷淡，那此地便会是漫天飞雪；若心情寂寥，便会满地荒芜。竟然如此神奇啊！当然，那口仙泉眼是真的。走吧，主人就在那儿。夭夭见过主人。晚辈君逍遥见过梦帝前辈。你们先下去，我与他单独谈谈。是。我想，你心中应该有很多疑问吧？的确，希望梦帝能解惑。这次，你是？我一直在等待一个人，一个在我梦里时常出现的身影。一开始，我以为那只是一个梦，直到发现了你。我很想知道，你究竟是谁？我就是我，君逍遥。是吗？对了，那贝壳应该没有对你怎么样吧？贝壳？梦帝前辈，原来是你！我脑海中一直有一个声音在告诉我，我有一个使命，就是遇见你，保护你。我也想不到，对于我这种存在而言，竟然也会受到这种因果羁绊。多谢梦帝前辈的关照，但如果梦帝前辈自己有困扰的话，那君某绝不会劳烦梦帝。之后的风波，我一人扛得下来。哼，什么风波都能扛下吗？你可知道，接下来的动乱将会何其恐怖？5大主祭者将血洗仙域，还有其他禁区的老东西也不会放过这一世的机会。更别说仙域现在貌似也不是铁板一块了。在这种情况下，你还有扭转乾坤的能力吗？有句成语叫人定胜天，人也分强者弱者。对弱者来说，这话只是徒劳的安慰；对真正的强者来说，这是一个不朽的信念。我相信动乱会在我的手中彻底终结。你也许很好奇我的来历吧？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女子，她一直在找寻某个人。她走过了生生世世，走过了万物轮回，但都找不到那个人。后来，她偶然碰到了一只贝壳，受到了启发。或许沉溺在梦中，她就能找到了。于是，那一世，女子一直沉浸在梦中，在找寻。最后，她以为她找到了，但结果却只不过是一道梦中的幻影而已。梦在那一刻醒了，她很怅然，想要褪去这一世，破茧成蝶，但她留下了一个躯壳，一个永远沉溺在梦中的躯壳。对了，梦帝前辈，我有一位朋友也是修炼梦幻之道。你们进来吧。君逍遥说，你在梦幻之道方面很有天资。果然，是一只罕见的天梦迷蝶。
多谢梦帝前辈夸赞。主人，其实这也是泱泱向您推荐的。既然如此，那你就暂时跟在我身边吧。如梦，这是你的机会，可要好好珍惜。哼，能不要这样打情骂俏吗？人家受不了啊！哼。既然君某心中的疑问已经得到了解答，那就不在此过多叨扰了。外面的那口仙泉眼，你若需要，便拿去吧。这，我不需要那种东西。那，好吧，多谢梦帝前辈。我存在的理由，或许就是为了帮助他度过此劫。不过，他真的就是那个人吗？还是说，只是一朵相似的花？算了，现在要想的是成仙门降临后所带来的大乱。这一趟收获也不小。梦帝不说真会出手，但至少心是偏向我这边的。这一口仙泉眼倒真是雪中送炭，我正愁仙道物质不够用呢。我在9天待的时间也足够长了，事情也办得差不多了。接下来就是回仙域，把那件重要的事情办了。先去仙灵。如果洛离出关的话，不知道又会兴奋成什么样子了。天籁妹妹，你有思春啊？与你无关。哼，哎呀，原本想勾引一下君公子，但连9天第一丽人长生天女都被他杀了，看来是没戏了。那位就是君公子吗？他竟然又来了！天哪，寿湖寺小王真的成为了拉车的坐骑。君公子，你来了。君公子，莫非是从梦幻空界而来？洛离还没出关吗？没有，不过应该也快了。那好，我在这儿等他。君公子，你的意思是带他回仙域订婚？那就先恭喜君公子和洛离了。君公子还真是情真意切啊！要不这样，买1送2如何？把我们俩也捎带了吧。洛离现在是混元金斗的主人，更是我仙灵的宝贝。怎么？别告诉我你们仙灵想阻止，那后果不是你们能承受的。啊，这当然不是，只是希望之后洛离还能回到仙灵。那随意，我并不限制洛离自己的行动。小哥哥，洛离，看来你很努力。对了，小哥哥，你来找我是？带你回仙域订婚。洛离，你怎么哭了？不，洛离是太高兴了。走吧，我带你回去。多谢诸位对我家洛离的照顾，这情谊我会记得。但也希望你们明白，如果今后真有大动乱发生，希望你们仙灵能审时度势，明白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看在洛离的面子上，君某也不希望和你们仙灵彻底撕破脸皮。再会。岂有此理！我堂堂禁区仙灵，竟然被这小子如此威胁！哼，刚才君逍遥在的时候你怎么不发怒啊？现在人走了才发现吗？怎么？我家逍遥哥哥最厉害了。逍遥小友来了。君公子，逍遥小友，如今你在9天的声威可是如雷贯耳，哪怕是我这消息闭塞的药灵山，也是经常得到关于你的消息。这次我来，乃是为了完成当初的承诺，建议你们去往仙域。那自然是再好不过，我药灵山唯逍遥小友马首是瞻。太好了！不管如何，提升自己还有身边的人的实力，才是最重要的。谁？是我。啊，原来是神子大人。哎，神子大人这是去哪儿了？怎么感觉变化这么大？而且你有没有察觉到，神子大人身上的气息也有了很大变化，深不可测，给我一种
面对老祖的感觉。啊，确实是啊。小杨，你一个人去9天可真不够意思啊。是啊，我倒也想会会那些9天骄子究竟有几分本事。那恐怕表哥没有这个机会了。哦，9天龙凤堡的天骄我已经扫过一遍了。这，唉，小杨，你到底在9天闹出了什么动静？相信不久后消息应该就会传开吧。逍遥，你如今的实力可是足以和我等平起平坐了。逍遥见过诸祖。这位是？这位是菩提子前辈，来历特殊，乃是一位准帝。哪里，老朽现在不过是君公子身边的人罢了。对了，诸位，我这次去9天倒也略有收获。这条特等仙脉就留在君家，供各位修炼吧。那莫非是仙道物质？什么仙道物质？莫非与成仙有关？逍遥，这东西太珍贵了，你留着自己用吧。诸位放心，我自然也有。既然逍遥都这么说了，那就收下吧。毕竟动乱将至，有了仙道物质，我君家年轻一代也能快速成长起来。逍遥，你把洛离也带来了，不会是有什么好消息要宣布吧？对了，还有一件事向各位宣布，我准备要举办订婚宴了。逍遥啊，这可是大喜事儿啊！好啊！我君家与江家本就世代联姻，现在是喜上加喜，亲上加亲了。这场订婚宴一定要办得浩大，排场要拉足了。这次9天收获不赖，这算不了什么，和即将到来的动乱相比，实力还是不足。但底牌已经布下了，相信会给这9天禁区带来一个惊喜，还有它的来历。对了，还有一件事你也应该知道了，我感应到了另一股混沌的异动，是那一位先天混沌体吗？等了这么久，他终于是按捺不住要出世了，看来是不想错过黑暗动乱时可能出现的大机缘。我倒是想知道，究竟是我的混沌青莲体更厉害，还是先天混沌体更厉害？那就等他上门吧。除此之外，帝昊天应该也会有什么小动作吧？他可不是甘心认输的主。那我就等他们上门，让他们知道，和我同处一个时代是何其悲哀的事情。君主大人，主人，不错，哪怕没有我在，君帝庭也是被你们治理的井井有条。主人，你的实力在9天逛了一圈，略有进步罢了。诸位的表现，本君很满意，但是时不待人，成仙门将要降临，史上最为恐怖的动乱将要到来，我们的时间并不多。成仙门大动乱？什么？献祭仙域万灵，就是为了打开成仙门？在那帮9天禁区眼中，我们仙域万灵都是祭祀的牲畜吗？我算是明白了，为何荒古圣殿的历代圣体都要阻止动乱。那些生命禁区的确不是人。好了，诸位，我告诉你们这些，是因为我君帝庭必须要抓紧成长起来。不说直接成长到能抗衡黑暗动乱，至少也得拥有自保能力。这些是我在9天得到的。这是？这难道就是我家仙人一直在追求的那种缺少的物质？没错，这是仙道物质，只有成仙门中才会喷薄而出。这是一种等级极高的能量物质，远比仙域的天地灵气之类的要高太多了。你们从这些仙脉中提炼出仙道物质修炼，尽量让自己成长起来。还有这条仙脉也种进我君帝庭驻地。有了这物质，本地的实力绝对能够更进一步。放心，你们都可以借助仙道物质修炼。另外，这一位乃是菩提子前辈，他是一位准帝。菩提子前辈和他的药灵山也将加入我君帝庭，直接并入君帝庭6部之一的工部。鲁家与墨家炼气，而药灵山专攻炼丹。菩提子前辈，这段时间
要麻烦你们药灵山以仙道物质炼制一批丹药，提升军地庭的整体实力。君主大人客气了，老朽自然全力以赴。那自然是最好不过。虽然黑暗动乱将要来临，但诸位也别有太大的压力。有本君主在，军地庭垮不了。对了，还有一件私事想跟诸位说一下，我将要举办订婚宴，希望到时候诸位捧场。主人的订婚宴，那可是大喜事啊！我操，你们这是集体失恋了？死胖子，去死！我操！我他妈招谁惹谁了？而且君主大人也可以像我一样开后宫啊！1年360天，天天做新郎，夜夜换。恭喜大人了，到时我等自当赴会。恭喜大人。小神魔蚁呢？听说他感应到了一丝自家族人的气息，就不见了。神魔蚁族还有底蕴？算了，现在就先散了吧。君家神子竟然妖孽至此，连9天一代天骄都被他横扫了。这还需要做选择吗？君家神子就是日后的神话，谁人能阻？哎，快去准备好礼，必须要和君家拉拢关系。逍遥，西王母，你曾问过我，是否愿意为了自己的爱人献出先天道胎？是的，我愿意。不但如此，我连命都可以给的。圣仪，你要准备出发了吗？是的，我要去参加订婚宴。等时候快到了，我们瑶池也会前往赴宴。师尊，圣主大人，那圣衣就先行离去了。圣衣，怎么了？不知为什么，我总感觉圣衣他有心事。应该不会是相同的命运吧？帝女大人，你就别伤心了。君逍遥那个混蛋太不负责任了。别说了，这不关逍遥的事。毕竟谁叫我那么晚才遇见他呢？而且一开始还是他的敌人，逆君7皇之一，比不上江圣一和江洛离，我认了。遇到挫折就低头，不去争取，这可不是我的性格。而且这次只是订婚宴，并非成婚宴，就这样出局，你甘心吗？边彻，你来这里做什么？人渊，你是我的地魂与人魂，本就是我的一部分，为何如此抗拒？本宫不想和你争吵，你来此有何目的？你愿意把君逍遥拱手让人吗？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是喜欢逍遥的，他是我的初恋，而你也喜欢他，那更加确定我的眼光并没有错。哼，那只不过是个梦而已。梦又如何？做梦是女人的天性，你不觉得把梦变成现实很浪漫吗？你想怎样？抢婚吗？这样做只会招来逍遥的反感。我可没说要那样做啊，而且这只是订婚宴，不是成婚宴，也就是说我还有机会成为逍遥的妻子。不论如何，逍遥的心里会有我的位置。如果只是说这些事的话，那你可以走了。还有另一件事，本宫没兴趣，和逍遥有关。什么？你或许不知道，黑暗动乱可能将要来临了。黑暗动乱？难道说逍遥也将面对动乱？这一世的大动乱将前所未有，哪怕是君家也可能要被卷入。而逍遥，他之前就曾阻止过异域之祸，这一次他势必也会站出来。不过这次太危险了，我担心他。那该怎么办？虽然我现在还是仙庭的少皇，但其实已经没有什么权利了。其实我或许可以帮到逍遥。你能帮逍遥？这场动乱定会十分恐怖，一般的力量是无法帮助到逍遥的，所以我需要你配合。只要能帮到逍遥，可以。那订婚宴我们一起去参加吧。帝女大人，他说什么了？没什么，你先下去吧，让我一个人静一静。是。等等。
帝女大人，如英，多谢你了，只有你一直陪在我身边，真心对待我。能够一直服侍帝女大人，就是如英的荣幸。逍遥，听说君逍遥已经横扫了9天龙凤榜，但以我现在的实力，也同样可以办到。这还得多谢吴老您。不必感谢老夫，只要计划能成功便好。吴老请放心，等计划成功，晚辈一定会帮你找到柔身。那就好。但在成仙门降临之前，我还得去君家一趟，和君逍遥最后来一个了断。毕竟之后，我和他就将不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打败他，也能将我的心魔彻底抹平。哼，君逍遥，你的订婚宴，我怎能不参加？飞天，你终于出关了。诸位既然都来齐了，看来是有重要的事情。有些事情，我想应该让你清楚。周天道子把一些消息告诉了飞天。和青帝同源的混沌体，准先天圣体道态，还是异术。君家的这位，倒还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是的，君逍遥必须要抹除。他的存在，有碍于天道和我苍族的稳固。放心吧，君逍遥是一定要对付的。毕竟这个黄金大事，有1位混沌体就足够了。对了，族中的面壁者大人已经推测出来了，离成仙门降临已经不远了，到时候甚至连君家都有可能遭到冲击，那将是我们苍族坐收渔利的机会，到时候也就有机会真正抹除君逍遥了。这事先不谈，但至少眼下君逍遥的订婚宴，我可是要参加的。没错，我们都要参加。申一姐，洛离，申一姐，洛离想你了。在9天没有受委屈吧？没有，有逍遥哥哥在，洛离怎么会受委屈呢？逍遥，圣一姐，这一天终于快要到来了。好，真好。如果无悔看到了，一定也会为你们高兴的。好了好了，哭什么呀？到时候订婚宴上还有的哭呢。好了，让他们小两口，是小3口聚一下吧。怎么了？我脸上有花？逍遥，你在世人眼中像是神一般高高在上，不可触摸。但现在在我们面前，你也有如此可爱的一面。可爱？没错，虽然平时高冷的逍遥哥哥也很有魅力，但是现在的逍遥哥哥洛离也很喜欢。好吧，你们开心就好。逍遥哥哥，申一姐，你们继续聊，洛离先去修炼了。洛离他懂事的让人有些心怜。放心吧，他妮子很懂事，也真正成长起来了，不再是从前那个任性的掌上明珠了。逍遥，答应我。什么？不论日后发生什么情况，你一定不能辜负洛离，此生都要好好照顾她。圣一姐，你这是什么意思？不是还有你在吗？不管怎么样，你答应我就行了。好，我答应你。逍遥，你的心跳给人一种安宁的感觉。是吗？那以后你可以天天考。如果有机会的话。逍遥，不论以何种形式，我都会在离你心最近的地方陪伴着你。圣一姐，我先去闭关了。逍遥，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之所以那么努力修炼，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站在你身边，帮你分担一切。我一定会做到。哎呦，这种热闹的场面，多少年难得一见呢！
这还只是君家神子的订婚宴，如果是真正的成婚宴，大概是何等场景啊！恐怕要举世同庆了吧？天哪，我这辈子见到的准帝都没有今天一天见到的多。这是整个9天仙域的势力都来了吗？今天我们可要把这订婚宴给办好。今日真是大喜啊！终于到这一天了，回娘实在是太欢喜了。只可惜无悔他未曾前来。娘，这只是订婚宴，又不是成婚宴，而且父亲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啊？难道是？逍遥，怎么了？没什么，娘，我先出去招待客人了。神子出现了，恭喜神子，贺喜神子！恭喜恭喜恭喜君帝庭之主！祝贺君公子今日大婚！多谢诸位能来参加君某的订婚宴，这份心意君某收下了。君帝庭一众修士，恭贺君主大喜！荒古叶驾到，荒古姬驾到。神子与我族叶孤尘小组在9天的事迹已经广为传颂了，小组后来托人传讯，一定要派人来参加你的订婚宴。当然，哪怕小组不说，我们叶家也不会缺席的。叶兄在剑冢修炼的确抽不开身，这份心意我收下了。逍遥小哥哥，恭喜啊！不过人家还有机会吗？逍遥逍遥，老夫就知道你一定会横扫9天，跟那些高高在上的家伙一点颜色看。这只不过是稍微讨回了一点利息罢了。好，老夫一定会等着你横扫9天的那一天。羽化神朝到，君公子，祝贺你。多谢。君公子，恭喜了。多谢你。神子大人，你是那位大商的女皇？神子大人竟然还记得妾身？当然记得你，你们大商王朝也加入了君帝庭。妾身愿意永远追随神子。对了，貌似还不知道你的名字。神子大人，我叫……就在这时，远处忽然有精华之声传来。龙瑶儿，看，是太虚古龙一族的龙瑶儿，还是一位霸体。这位可了不得了，堪称史上最憋屈霸体，在终极古路时被君家神子打得嘤嘤直哭呢。龙瑶儿，你是没被打够吗？还是上瘾了？君逍遥，你瑶儿，我们是来向君公子祝贺的，你这样成何体统啊！哼，本霸王日后注定要主宰仙域臣服，俯瞰这个黄金大势，成为站在巅峰的存在。我可不是怕了你，要不是爷爷叫我来，我才不会来祝贺你呢。你们敢嘲笑本霸王，我要把你们的牙都拔光！好了，瑶儿，这是君公子的订婚宴，别闹事。君公子，老朽很感谢君公子之前在终极古路锻炼了龙瑶儿，教他做人是做龙。虽然可能有一些小不愉快，但希望君公子别介意啊。哪里，小打小闹而已。只要他不和霸体祖堂再有什么联系，我倒也无所谓。那是当然。荒古秦家到，神子之前和我秦家多有误会，还望海涵一二。过去的就算了，你们荒古秦家的始皇大帝，我也十分敬佩。另外，太古皇族都能同仇敌忾，一致对外，身为人族荒古世家，更应该团结一心。神子大气，不等惭愧。唉，可惜看不到修罗场了。神子大人，你家新娘不出来见见客人吗？就是呀，神子大人坐享其人之福，乃是吾辈楷模。往后余生，只愿伴君沧海桑田。岁月流转，执君之手，相思白首。
小爷我也想要这样的甜甜的爱情啊！你死胖子，你都300个妻妻了，还搁这装纯情呢？我操！小爷我又招谁惹谁了？为啥每次受伤的都是我呀？哎呦呀！别打我这张仅次于军哥的英俊帅脸啊！差点忘了聘礼，可能有些寒酸，希望2位夫人别介意。这是什么机器？天哪！我只是闻到了一下，就有种要飞升的感觉啊！我竟然突破了！我也突破了！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仙道物质，能供仙人修炼的能量？什么？仙道物质？哦，神子大人竟然拿出了仙道物质当聘礼，而且就说是有点寒酸。我去，要不要这么凡尔赛啊？竟然是如此浓郁的仙道物质！神子大人，你还缺老婆吗？神子大人，缺暖床丫头吗？我想做神子大人的宠物。神子大人，你看我行吗？虽然身上多了点零件，我可以剁掉。我去，是个狠人。谢谢逍遥哥哥。还是这称呼吗？我想等真正成婚的时候再改口，那更有意义。君兄今日订婚宴，怎么没有邀请本少皇？是帝昊天，仙庭果然来人了。帝昊天来做什么？是来砸场子的吗？不过我怎么感觉帝昊天的气息比以前强大太多了，简直如同神魔一般。邀请你，抱歉，忘了。那倒是可惜了，你忘了我，但我却一直记得你呀。本少皇不会忘记，在被遗忘国度外败于你手下的耻辱。所以你是来砸场子的？我只不过是想在终局来临之前和你一较高下，因为今后恐怕再也没有机会了。哦，帝昊天，本公主不允许你破坏逍遥的订婚宴。这一趟没白来，一饱眼福。渊彻公主，你不是喜欢君逍遥吗？我自是喜欢逍遥的，但这和订婚宴是两回事。本公主不允许任何人破坏逍遥的订婚宴。诗音姐，她是谁啊？我今日前来，也并非是想破坏君兄的婚宴，只不过是想和其交流一番。毕竟，今天下英雄，唯君与昊天。哦，哎呀，帝昊天不愧为一代仙庭少皇，这格局就大了。帝昊天，你这话可就差了。井底之蛙，不知海阔。谁？哎，是谁来了？那股气息，莫非是苍族？没错，就是苍族。上次君帝庭大宴，苍族的周天道子也曾现身过。不过上次周天道子只是以投影出现，没想到现在竟然真身降临，而且一下8位都出现了。最中央的那一位是谁啊？竟然有混沌气缠绕。那位难道就是被封于混沌之妃的先天混沌体？没错，那绝对是混沌体的气息。那位混沌体竟是苍族的上苍八子之一。你就是那位先天混沌体？先天混沌体？帝昊天，你说今天下英雄唯你和君逍遥，这话本道子不爱听。先天混沌体的确有资格占据一席之地，但光靠一个混沌体，远不能代表无敌。哦，所以你要试一下。今日本少皇是为了君逍遥而来的，本道子同样。君逍遥，我们这次来到也并非是想破坏你的婚宴。你上次打灭了我的分身，这次前来不过是想讨教2招。堂堂君家神子，不会连这点度量都没有吧？上苍八子在我君家面前没有你们放肆的资格，要玩我陪你们玩。不错，逍遥是今日的主角，怎可轻易出手？算我一个。还有我，尔等何敢与我一战？没想到君家其他年轻一代竟然也强到这种地步了。
果然是一个人才辈出的鼎盛家族。像这样的天骄，一个不朽势力出一个都是三生有幸，君家却有3位。没错，他们的名气已经很大了，但因为有君逍遥主玉在前，所以才不前。君灵苍、君莫笑、君别离3人，可都是能争夺一世天命的顶尖妖孽。但因为君逍遥的光辉太盛了，所以遮掩了其他君家天骄的光辉。如果说君逍遥是君家的一轮骄阳，那君灵苍3人就是骄阳边上的明月，其余天骄只是群星罢了。你们只有过了我们这一关，你们或许才有资格和逍遥交手，不然谈都别想谈。哼，怕了你们不成？我觉得我们3人应该就可以应付你们8人了。别废话，要战便战，不然便滚！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这尔等放肆！我们苍族到此得天眷顾，拥有天道王冠，是注定正道成帝的存在。拥有天道王冠才能正帝，这还不能证明你们都是废物吗？哼！没错，我君家元祖摒弃苍天的恩赐，自己走出了一条自己的道。相比之下，你们虽自称天道的宠儿，但其实不过是天道的走狗罢了。你们竟然敢亵渎吾苍族与苍天！够了，都回来吧。君逍遥，今日我们的目标是你。听说你得到了青帝的传承，也拥有高仿的混沌体，不如我们比划比划如何？高仿的混沌体，你这是在蔑视青帝？哼，算我失言了。不过我也很想知道，是你的混沌青莲体强，还是我的先天混沌体更强？好了，我知道你来此的目的，不过是为了给君某一个下马威。其实君某也并不在意，毕竟这是君某的订婚宴，来个小丑助助兴倒也不错。你说什么？我给你们这个机会，会婚宴添彩，也算是给诸位宾客助助兴。那就来吧。难道没听清楚吗？我是说你们。君逍遥，你难道……没错，你们2人一起才勉强有与我交手的资格。君逍遥，你这是对我的侮辱！并非小看，而是事实如此。好，君逍遥，既然如此，那就来吧。看来是有底气了。古老的肉身法门，那莫非是传说中的混元神魔体，一种几乎失传了的体质？传闻只有得到混元神魔仙经才能修炼，可混元神魔仙经已经失传许久了。原来如此，混元神魔体传闻是一种足以比肩先天神魔混沌生物的强大体质。君逍遥，惊讶吗？但还不止如此。撒豆成兵，又是一门古绝技。那是天之圣痕，他竟然连此招都会了。逍遥，逍遥哥哥，一气化三清，混沌由我执掌，身子无双。逍遥，来吧，君某给你们最后挑战的机会。哎，一气化三清，不是应该有3神吗？或许君家神子还没有修炼出第3神吧。神子的这2神就如此妖孽了，一身是无双的圣体道胎，一身是至强的混沌体。难以想象啊，神子的第3神究竟是什么体质，会强大到何种程度？这就是和青帝同源的混沌体质吗？那是混沌钟。不对，不是真正的古仙级混沌钟，气息虽强，但甚至连准仙期都不是，这是一件仿品。一件劣质的仿品也拿出来丢人现眼。这到底谁才是正宗的先天混沌体啊？别开玩笑，怎么可能？看来你还认不清现实。既然如此，那我就打醒你。好恐怖的力量！君逍遥，
你敢！你既然上门挑衅，那自然也要做好付出代价的准备。君逍遥，你敢汲取我的混沌本源！住手！放！滚！君逍遥！君逍遥，将我的混沌本源还来！君逍遥，你放肆！一起上，镇压这个异术！那是什么？难道是上苍的化身？难道是那个人？我们要出手帮助逍遥吗？不必，以逍遥堂弟的实力，我们或许看热闹就行了。混沌体并非当世无双，只有我君逍遥的混沌体才是举世无敌。君逍遥，如果还想出手的话，君某不介意把你的另外一半混沌本源也给笑纳了。君逍遥，我们的确是小看你这位异术了。不过，希望之后你还能笑得出来。听周天道子的语气，莫非已经预料到这次动乱可能会波及到我君家？没想到混沌体刚从混沌之飞苏醒，本以为能称霸一世，结果立马被君家神子教做人了。哎呦，也真是够惨的。和君家神子同处一个大事，就问谁不惨啊？有他在，根本就没有一个天将能冒头。一人干压一世，难以想象。我竟然产生了一丝恐惧。放心吧，我的另外一神不会参与战斗。恐惧？我可是昊天真龙，地昊天，我怎么会恐惧？我怎么能恐惧？君逍遥，你已经成为了我的心魔，只有拜你，才能令我道心升华。所以，一招定胜负吧。好，既然如此，那就来吧。来！这气息威力，神尊挡得住吗？地昊天，胜负已分，你败了。败了！我地昊天竟然会败了！地昊天，我也不想多说什么了，你走吧。我怎么会败？我可是昊天真龙地昊天，是注定要主宰这个黄金大世的帝王。为何要用你君逍遥？我没败，君逍遥，我还没败。君逍遥，我告诉你，很快我们就不会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到时候，你，还有你们所有人，都只能看着本少皇的背影，因为我是地昊天。你们等着，很快就到了，世间最后的审判，鱼跃龙门。地昊天终将化龙，腾云九天。哎，堂堂仙庭古代少皇，最后竟然是这种结果。没错呀，谁能想到仙庭的昊天真龙竟然疯了？现在看来，仙庭将来的气数是不能和君家相比了。哼，毕竟年轻一代才是未来呀。是啊，地昊天倒了，仙庭唯一还能镇场子的天骄只有冤彻公主。可冤彻公主那心都已经在君家神子那里了。今日虽然出了一点小插曲，但诸位看的应该还尽兴吧？哪里，神子大人客气了。今日我等啊，可是开了眼界了。没错，不论是仙庭少皇还是混沌体，都不是神子的一合之敌。这个时代是属于神子的时代呀！陌上人如玉，神子世无双。逍遥，逍遥哥哥，你们这是做什么？不过是抒发一下对逍遥的崇拜之意。谢谢你了。谢什么？谢谢你来参加订婚宴，而不是来阻止。本公主看上去像是那么蛮不讲理的刁蛮女人吗？我看的确是。啊，你就是洛离吧？怎么能这样说呢？反正以后我们会是姐妹。
谁跟你是姐妹啊？上次逍遥帮我吸收了大罪孽之力，可是把我看光了。什么？你这个不知羞耻的女人！逍遥，祝福你今日订婚。凌渊，凌渊，如果你在仙庭一个人过得不习惯的话，那就到君家来吧。不必了，逍遥，只要能帮到你，就足够了。可是，逍遥，我只希望在日后的年年岁岁里，你能偶然想起一个叫凌渊的女子。凌渊，你到底怎么了？逍遥，之后帮我将体内剩下的大罪孽之力清除吧。可以，不过凌渊他有自己的想法。这是什么声音？怎么可能？怎么会这么快？难道万古未有的变局将要开启了？我仿佛看见了末日。怎么会？不必惊慌，是三左的九龙神剑。终于来了，偏偏在这个时候。为什么？为什么是这个时候？来了吗？怕吗？有你在身边，一切都不算什么。就让这末日的镇民成为我们订婚宴的礼炮。为什么会让我等碰上这样的动乱？这个黄金大师，我还不想死！我要活下去，见证这个璀璨的时代。神子大人，我等先回去了，我等需要回去安排一下。逍遥，还有诸位，我等先回江家准备了。哎，军哥，我们鲁家家主说想要和君家和君地庭达成彻底的同盟，还有我们墨家也是如此。好，没问题。你们现在可以去安排族人迁徙。现在应该只是成仙门降临的预兆，离真正的降临恐怕还要耗费一段时间。哎，好嘞。逍遥，多谢你。这是我答应过的事情，如今不过只是完成了而已。逍遥，我先回仙庭了，到时候我一定会帮你的。那倒是君某的幸运了。如果你答应做本公主的夫婿，我们的虎符也可合二为一。诸位，麻烦你们先回玄天仙域，稳定君地庭，让众人不要乱。而且，传送门要随时开启，哪怕到时候大乱波及到了玄天仙域，君地庭的人马也可以迅速转移到君家来。放心吧，有手下在，还有杀手之王刑部蚩尤一脉的大帝赤霄天，短时间内君地庭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那自然是最好。逍遥哥哥，等这次动乱结束，我们三人一定要好好在一起待一段时间。那是当然。怎么会这样？我看见了一个流血的大师。那是什么声音？仿佛是有无数冤魂在哀嚎。谁能来帮帮我们？这声音，难道是？那是无中之中，是无中大帝的法器。真是无中之中？怎么会？难道无中之中想要阻止成仙门的降临？无中大帝，原来你一直都在啊！大帝，你在何处？请你归来呀！无中大帝，请归来，平一时动乱。连无中大帝都在庇护我们，我们还怕什么？这不是仙域的末日。没错，有大帝在，我们也不能屈服，要反抗九天禁区，斗争到底。果然天真，光凭无中之中就想阻止成仙门降临，这怎么可能？没错，别说只是一口钟，哪怕是吴中本人在线，也绝对阻止不了成仙门降临。螳臂当车，不自量力。难道无中之中？终究还是不能阻止吗？不对。逍遥，怎么了？无中之中真正的目的，好像并不是要镇住成仙门，阻止其降临，因为这根本就不可能。成仙门降临，无中之中现发出钟鸣之声，好像是一个闹铃，一个提醒，提醒这一世的动乱将要开启了。那这是提醒谁的钟声？难道？应该没错，
降临了，终于降临了！再重来一遍，我不会失败。青灵岂是池中物，一遇风云变化龙。这最后一搏，帝昊天注定要风云化龙，主宰这个大事。是啊，多少纪元过去，终于降临了。这一世的大幕，就由我生命之躯打开帷幕吧。那是圣灵之躯的那一尊古老黑暗圣灵，现在的实力绝对不止在大地之境。难道他就是圣灵之躯的主祭者？不对。就让圣灵之躯一日不积明显的前奏。这怎么可能？大成圣灵，7尊地境强者！我勒个去啊！这就是9天禁区的底蕴吗？随随便便走出7位大地级人物，更别说其中还有实力远超一般大帝的存在。大清洗的时刻来临了，久违的感觉呀！他还不出来吗？看来是想帮他的子嗣先彻底恢复伤势。这是这一黄金盛世的最大盛宴，相信我主很快就会苏醒。真是令人愉悦又熟悉的气息。瑶天仙域最适合我们受控，是我们的猎场。道瑶，请止步。有救了，我们有救了！是天妖古殿的妖帝。道瑶，还请给我天妖古殿一个面子。妖帝血肉应该极为美妙吧？用来献祭给不朽祭坛的话，也是大功绩。之后就能得到更多的仙道物质了。仙庭等势力的地不好下手，但这些势力就抹除掉吧。不，你们不能如此！我愿意放弃我的生命，只希望你放过我的家族。他们都只是些老人、女人和孩子。真是愚昧可笑的感情。你们这些蝼蚁的最大价值，就是让吾等拥有一丝升华的机会。为什么仙庭没有朝着整个混天仙域呀？仙庭不是号称仙域正统吗？怎么甚至连一域都守不住啊？可笑！曾经一统仙域的无上仙庭，如今竟是这般孬种。诸位止步，这里不是你们该来的地方。没想到啊，曾经鼎盛无比、几乎一统仙域的仙庭，竟也是落到这般地步了。如日暮西山，不复辉煌啊！哼，你们轮回海过了。哦，巨头级存在。轮回海，希望你们能遵守规则。我们仙庭不干预，不代表你们能得寸进尺。没错，挑衅是很愚蠢的行为，只会导致两败俱伤。你们轮回海曾经便已经遭到过无中的重创，现在不想再重来一遍吧？呵呵，那现在暂时给你们仙庭一个面子，之后的事情谁知道？救救军将，救救我们！剑锋所化之地，便是军事疆土。踏过此线，战无赦。军家一定不会放弃我们的。没错，没看到太皇帝大人将整个荒天仙域都划入了版图吗？他这是不允许禁区大帝血洗荒天仙域。可太皇帝一人挡得住禁区6尊大帝吗？你可别忘了，现在虽然只有太皇帝一人现身，但是军家可不只有太皇帝。没错，军家的底蕴谁都不清楚，更别说还有一个神秘莫测的隐脉。神羽大帝不就是军家隐脉的吗？只不过现在暂时未曾现身而已。军家还是一如既往的嚣张霸道。尔等大可以跨界试试，只要你们敢。你们军家的那个小家伙，可是在9天闹出了不小的动静，甚至我地陨神山的一位少主都是陨落在他的手中。哼，那是他的本事，只能说
你们九天后代不堪一击。真是嚣张过头。再好的苗子，那也要成长起来才可以呀，不然的话，也只是飞灰而已。走，君家救命之恩，吾等永世铭记。这一世，真的有这么简单就能度过吗？太好了，萧哥哥，我们不必担心什么了。逍遥，不必多想什么，一切风浪，我们一起面对。来者止步！啊！两尊帝，他娘的，真想出手！你若出手，那就是捅了马蜂窝，之后会有更多的禁区大帝来此。对了，北斗老儿在哪里？怎么不见他？北斗大帝乃是我军地庭的客卿，不是正式成员，来去自由。哎呀，不出手，本地的匕首都要生锈。所有人不得过界。求诸位大人给我等一条生路。滚！我霸体祖堂不是尔等的避风港。怎么会这样？好歹也是仙域霸体呀！没错，像圣体一脉，历届都为平乱做出巨大贡献，才导致现在没落至今。你们霸体一脉，不说能和圣体一脉一样去平乱，但至少也要给一个庇护吧。这是怎么了？这气息是霸族大人。参见霸族。吾等拜见霸族大人，求霸族大人庇护我等。这站在道德的制高点，要吾与圣体一脉一样去庇护他们，不庇护他们就是冷血，就是失德。这样的愚民，死不足惜。圣体一脉竟然为了这种愚昧的蝼蚁，牺牲一代又一代，真是可笑至极。没错，霸族大人说的对。这一世成仙门将开，这是吾最后的机会。悲悯的滋味，难怪那些禁区的大帝会乐此不疲，掀起动乱。怎么会这样？这可是我仙域的霸体呀！什么霸体？他就是个畜生！一尊帝，却是身有沉疴重疾，如风中残烛。像你这样的存在，不乖乖躲到一个角落里避险，反而还出现在本帝面前。躲？是啊，老朽也想躲，老朽也大可以躲到荒天仙域去，让君家庇护老朽。但是躲不了啊！老朽仿佛能听到有孩子在哭泣，失去了他的父母；有老人在哭泣，白发人送黑发人；有的孩子还没活几年呢，就要变成成仙门的祭品和资粮。的确，他们在你们这些禁区大帝眼中，或许是渺小的不能再渺小的蝼蚁，但在老朽眼中看来，他们都是一个个人，是一个个生灵。人可生如蚁，而美如神。老东西，说这么多，你到底是谁？我名北斗。出手了！出手了！有我仙域的大帝对禁区大帝出手了！怎么可能？竟然真的会有大帝出手？是谁？到底是哪一位大帝第一个出手？北斗，是北斗大帝！该死！老东西，你疯了！竟然要燃烧自己的地之本源！本源燃尽，你也会死！未完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北斗大帝威武！你们
逃去荒天仙域吧，找君家的庇护。逍遥那孩子值得信任，不会拒绝你们的。大帝，你和我们一起去吧。老朽就不去了，我听见了许多人的悲呼，我还有力气。大帝啊！快点去荒天仙域，把这个消息告诉君家，告诉逍遥神子。没错，北斗大帝和君家神子有关系，他一定不会见死不救的。霸祖，你这个畜生！你们整个霸体一脉都不会有好下场。谁？我倒是谁呀？原来是你，北斗大帝。霸祖，你没有听到仙域万灵的哀鸣吗？这是和你生长在同一片天地下的生灵。肥水不流外人田，与其让禁区大帝占便宜，还不如由我亲自出手血洗。北斗，你竟然燃烧了自己的地之本源。既然如此，你不如和我一起血洗，炼化众生精血，或许还能为你自己续命。你难道就不怕霸体一脉被仙域万灵唾弃1万年？可笑！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只要能获得仙道物质，甚至踏入成仙门，管他后人如何评说。你无药可救。北斗老儿，就你现在这副状态，不是本族一合之敌。看在你拼死过一位禁区大帝的份上，走吧，北斗老儿，给你最后一次机会。霸祖，我只要还有一丝气力，就不允许你再造杀孽。好，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杀！是北斗大帝，击杀了一尊禁区大帝后，现在又在阻止造下杀孽的霸祖。谁能去帮帮大帝？他只是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啊！这是地云之相，不可能！难道是大帝他？北斗，你这是何必呢？原本你就不可能是我的对手。在耗费大量地质本源击杀了那位禁区大帝后，你对上我，不过是送死罢了。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老朽不认为自己有多么伟大，更不可能与吴中、乱谷、大成圣体等存在相比。但是为仙域而死，无心无悔。该死！北斗大帝和历代圣体一样天真，不过我记住你了。逍遥，怎么了？这是地云之相，有大帝陨落了。是谁？这难道北斗大帝怎么会这样？为什么？老天爷为何如此不长眼呢？让霸祖那种畜生横行霸道！这也是神人能再出手阻止动乱呢。诸位，我要去一趟军地亭。逍遥，你要做什么？逍遥啊，你就待在这里吧，我君家庇护一隅，当真无虞。娘，爷爷，你们放心，我不是那种逞一时之气就冲动鲁莽的人，我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逍遥，我陪你一起去。我也一样。就让逍遥去吧，反正玄天仙域离我荒天仙域不远，
如果逍遥有什么事情，君家瞬间就可以去驰援。没错，就放心让逍遥去吧。我倒要看看，谁敢动逍遥，敢第一个招惹我君家。多谢诸位老祖了。唉，果然还是无悔的自私，无法坐视这一切。参见君主大人。君主大人，北斗大帝陨落了，是因为霸祖那个畜生。我知道，霸体祖堂。君主大人，属下请求大人让我出手一战霸祖。这，君主大人，属下有信心。要不，让杀手之王陪你一起吧。君主大人，这是圣体与霸体的宿命，属下想一个人去了解，不是他死，就是我亡。云，霸祖，我来了。诸多纪元的恩怨、血与痛，就在这一世动乱中了结。那是君帝庭的那一位圣体，圣体一脉出手了，这是真正的圣体！天哪，圣体出手了！哦，圣体一脉居然出动了。哼，对了，当时不是有2位圣体吗？除了他之外，还有君逍遥，他在哪里？怎么不出现呢？是想当缩头乌龟吗？还有君逍遥，他在哪里？怎么不出现呢？是想当缩头乌龟吗？是谁？是谁敢说出这样的嘲讽的话？人家就是情分，不就是本分？谁在嘲讽？怎么，我说错了吗？君逍遥当初凭借外力阻止了异域恶祸之劫，受仙域万灵膜拜，怎么现在龟缩不出了？让他再出来呀，看看他敢不敢阻止这动乱之劫。什么？竟然是妖皇鼓动的那位小祖黄灭道？怎么可能？不是说他在9天被君家神子击杀了吗？他黄灭道还没死，看来是不死古皇出手救了他。那黄灭道当真该死！公子，请让我去击杀他。公子，我们也可以去杀他。黄灭道只是一个无关痛痒的小角色，不过他这个时候跳出来，恐怕……君逍遥，你不是很狂吗？来呀，看看你是否有能力阻止这惊天浩劫！难道太古皇族要集体判处仙域吗？父亲，我要那君逍遥死。君家这一世注定免不了染血，他们也快要出来了吧？哈哈哈哈哈！终于要向君家挑事了，正好算我一个。还有我龙王殿还有诸多恩怨要与君家清算。太好了，君逍遥，你是否还能笑得出来呢？这些古皇不去阻止动乱，与禁区大帝一战，反而还窝里斗，要对君家出手，为何会是如此？莫非是天要让我仙域生灵涂炭？放心吧，没事的。我们要相信帝庭之主，相信神子大人的能为。没错，君帝庭挡不住，还有君家在。只要有神子大人在，一切都不是问题。君逍遥，你所给予我的耻辱和仇恨，将在今日做一个了结。没错，君逍遥，属于你的时代将要过去了，你还想着君家能庇护你吗？现在君家该想的是，怎么应对接下来的大劫。小石皇、黄孽道，你们蠢，难道你们的老子也跟你们一样蠢吗？如果他们真认为我君家能轻易覆灭，那现在他们就不会来君帝庭，而是直接去君家了。我就问，给石皇你100个胆子，敢杀到我君家去吗？君家小辈，你果然是伶牙俐齿。哼，不论如何，今天先灭了君帝庭。彼岸花之母，他曾与终极恶祸交手过。敢对他出手，你们此命该绝。哎呀妈的，这凶婆娘又出现了！逍遥哥哥，这软饭好吃吗？什么软饭？逍遥，
我真羡慕他。他之前能和你并肩同战终极恶祸，现在又能站在你身前，替你挡住一切危险。如果我有这样的实力，我就可以保护你了。沈姨姐，别多想了，日后是我来保护你。彼岸花之母，你真要护住此子？动他，就是与我为敌。君家小辈，你真以为有他在就高枕无忧了吗？你错了，恰恰相反，他的出动反而会加快更大浩劫的到来。你想一想，若是仙域出现了一尊地之无上的气息，那9天禁区会怎么做？仙域竟然出现了地之无上的气息，是想要阻止这一世动乱吗？我等去看看，这一世动乱，无中再现都阻止不了，何况只是地之无上。仙魔二圣，你们也要出手了吗？这一世动乱要正式开幕，我等要添上一把火，迎接主祭者降临。哼，看到没有？仙域越是反抗，禁区就越是会有更强者出现镇压。这史上最大的一次清洗，没人可以阻止。为什么会是如此啊？9天禁区到底还有多少强者？难道真的看不到一丝希望了吗？哼，彼岸花之母，你的确很强，但再强，能挡得住禁区所有大帝吗？史上最大的清洗，谁敢阻拦，谁就得死，哪怕是地之无上。怎么回事？难道又是一尊禁区强者驾临？不对，好像并非是9天的至强者。谁敢对逍遥少主动手？哼，朱禁区，你们好大的胆子！啊，神魔老人，你竟然还没死！放心，我这把老骨头也很久没有动过了，刚好有些手痒。原来如此，没想到神魔蚁一族还有这样的底蕴。逍遥，渊彻公主，你来这里是？逍遥，你还记得我曾经说过的话吗？只要你娶我，那你就是日后的仙庭之主。公主殿下，我算是知道你的意思了，但如果我说不呢？原来在你眼中，我就是这么无理取闹的存在吗？没错，逍遥，我的确是想你娶我，但也绝不会用眼下局面去威胁你。而且，这片仙域也是我的父亲曾经守护过的存在，所以，本公主也不想让它消亡。我来此，是想让古仙庭虎符合并，唤出古仙庭的兵马，对抗9天禁区。抱歉，是我误会你了，这次是我错了，欠公主殿下你一个人情。本公主记住了。难道又有什么变故？我乃东华帝君之女，古仙庭的末代公主渊彻。所有古仙庭将士，听我号令，归来，一战9天禁区。我听到了一声虎啸，听到了久远的呼唤，终于来了吗？属于我仙庭的盛世，不灭的荣光，永恒的守护。只要虎符在，吾等当听令。吾东极紫薇大帝，遵帝女之命。吾南极勾陈大帝，遵帝女之命。吾西极元圣大帝，遵帝女之命。吾北极后土女帝，遵帝女之命。啊！怎么会？是古仙庭的势力！该死！不能让他们阻止这场伟大的清洗！太好了，是古仙庭出手了！诸位，反攻的号角即将吹响，这一世动乱，我将彻底的颠覆。接下来，如果有霸主势力领头的话，本来这股力量当是属我仙庭，可就是因为那君逍遥，可恨。现在该怎么办？我们要出手吗？哼，真是天真。这个黄金大世的动乱，号称史上最强，
又岂是这么容易就能平定的？9天禁区最强大的主记者，一位都还没有现身。到时候他们若现身，会带来致命打击。古仙庭诸强也挡不住。古仙庭只听渊彻的话，而渊彻又频频对那君逍遥示好。如果古仙庭的诸强不能为我们无上仙庭所用，那让他们覆灭倒也不错。古仙庭在久远之时崩塌，他们本就不该继续存在，就让这一世动乱彻底葬了他们吧，我们不必插手。好，古仙庭，可惜不是从前那个一统诸天寰宇的古仙庭。如果你们那位仙庭帝君还在，别说我们了，哪怕是主记者大人也得忌惮3分。只可惜现在只剩下大猫小猫2、3只。不必和他们说那么多了，一人一个吧。不够，还不够，光靠这些力量还不够，必须要有真正的霸主级势力领头才行。仙庭到现在还没有动静，看来是想坐山观虎斗，看着古仙庭和9天禁区鹬蚌相争。再这样下去，除开古仙庭死狱，其他人都得死。怎么会这样？仙庭为什么不出手？仙庭不是号称仙域正统吗？不是号称仙域的守护神吗？为什么不出手？仙庭真的已经自私腐朽到这种程度了吗？难道是二祖现身了？终于来了，差不多可以开战了吧？9天禁区这一事，想把我君家也卷入动乱当中。既然如此，我君家不介意一手抚平这风浪。那剑光，真的是二祖，他来了。哎呀，二祖来了，逍遥那边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吧？爹，那位二祖究竟有多强？二祖年岁也已经很古了，不过他当年号称凌霄剑祖，一剑凌霄曾盖压过一个时代呀。9天的一群乌合之众，你妄想招惹我君家，知道死这个字怎么写吗？你是君家的那位凌霄剑祖？君家二祖君凌霄在此，谁敢随我君家一起平动乱，灭禁区？吾将愿随君家一战9天，平动乱。吾叶家愿随君家战9天。吾雷仙教愿随君家而战。我秦家同样为人族荒古世家，祖上始皇大帝也曾护佑仙域一个时代。今日吾秦家愿为仙域再平动乱。吾羽化神朝开国太祖羽化大帝也曾君临过仙域一个时代。吾羽化神朝平定动乱，责无旁贷。修吾战舰，杀上9天，洒吾热血，一往无前。这一世的确是最为恐怖的动乱，但不是仙域的动乱，而是9天禁区的动乱。反了，反了！这群仙域的蝼蚁都反了！你们这群卑贱的生灵，就该乖乖的被我禁区清洗，竟然还敢反抗！君家，你们这是彻底要与我9天禁区为敌了吗？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吗？后果？哼！本祖倒要看看能有什么后果。你以为我君家不知道你们9天禁区打的什么算盘？想靠着一世最恐怖的动乱覆灭我君家？本祖在此看着，你们生命禁区有没有这个能耐？可惜，老大在界海世界不知多久了。他若能回仙域，岂有这些9天宵小上蹿下跳的资格？既然老大不在，那吾便要扛起君家的大旗。主记者，
究竟是何等存在，算计竟然如此之深。主祭者，如果想把我君家当作棋子利用，那想的未免有些天真。既然如此，那就让我君逍遥和你们4大主祭者斗一斗，看谁能在这棋局之上笑到最后。什么9天禁区，也不过是银样蜡枪头。这一世，在君家领导之下，我们仙域必赢。没错，什么史上最恐怖动乱？如今，9天将要迎来我仙域的怒火。该死！这些仙域大帝都疯了吗？真的敢反抗我9天？可恨！为何要将君家卷入？如果不招惹君家，光靠仙域这些势力，散兵游勇，绝对不敢反抗我9天禁区。主祭者大人为何还不出现？他们再不现身，情况对我9天就很不妙了。没错，已经有我禁区的大地开始陨落了。快看，禁区的地开始退缩了，这一世动乱就要结束了。这绝对是前所未有的，我们仙域赢了，挡住了禁区的大清洗。这还是多亏了君家，要不是君家领头，我们仙域怎么会如此团结一心？众生还真是愚昧呀！一世动乱，真的有这么简单就能平定下来吗？真正强大的还未出现，到时候君家又如何应对呢？没错，正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现在君家是有了声望，等到真正恐怖的主祭者降临，到时候迎来彻底的绝望，那众生就会怨恨君家为什么给他们虚假的希望。这就是人心啊！我仙庭吃了这么多亏，也该让君家吃亏了。就让君家去对付5大主祭者吧，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我们坐等结果就好。逍遥哥哥，看这样子，动乱应该快要结束了吧？与其说快要结束，不如说马上就要真正开始了。主祭者大人，你为何还不出手？这一世染血的大幕终于拉开，但祭品还不够，那就让所有的地都陨落吧。兽神大人，您终于出现了。多少纪元过去，又是一个大事拉开帷幕。已经等了太久太久。圣祖大人终于现身了。2位道友，又是一世清喜到来，还是一样的人，只是少了轮回海的那一位呀。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仙域终是换了人间呐。种子终究是顽强，又到了收获的时间，开始进行大清洗吧。还有2位未曾现身。第1主祭是在预防会出现什么意外吗？不过新任第5主祭为何也不曾有动静？这位第5主祭来历倒是成谜，竟然无法推算出任何线索。不过无碍，只要是主祭者，那唯一的使命就是献祭成仙门，他与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也罢，那就先开始吧。是主祭者大人。不错，气血旺盛，是个优秀的祭品。多谢主祭者大人。连仙域的大帝都对付不了，废物般的东西。新鲜的血石，若不是要献祭给成仙门，无可吞噬，炼化世间万灵。果然啊，当主祭者降临后，一切悬念就都不存在了，这是压倒性的力量。3尊禁神级的存在，不愧是9天禁区的主祭者。有一位主祭者要降临玄天仙域了。
看来是有一场好戏上演了，我们便看着吧。圣族大人，哼！圣灵之子敢打无族神子的主意，活腻了！二祖，难道真的是？你不是无职对手，是不是对手，要打过了才知道。若不是吴军家的至强者都不在，岂有你圣灵之子放肆的资格？一定要坚持住！如果连军家都失败了，真的是没有谁能再阻挡9天禁区了。仙域最危急的关头，只有君家愿意出头。即便最后仙域被主祭者覆灭，那也已经尽了力了。徒劳的反抗，不过是为吾增添一丝猫戏老鼠的乐趣罢了。再等一下，很快了。再这样下去，情况就真的不妙了。那女人估计是怕了，已经躲回仙庭了吧？小叶子，我不许你去！我必须要去。可是你有可能会死。雪儿，君兄对我有大恩，你愿意我做一个忘恩负义、胆小畏缩之辈吗？叶孤晨，你真的决定了吗？你这样做是真的会有陨落的风险。生死有命，情义无价。不过我想，这也应该是独孤剑神的夙愿吧。不愧是你呀！独孤剑神的残躯在剑冢最深处，你是他的一缕魂，若能成功，应该也能献出一份力量。可恨！我君家何曾如此被压制过？如果到时候情况出现什么不测，我会带你走。不必了，到时候如果真有什么意外，我会和君家以及君地庭共存亡。你可以走。你这种局面，你什么都做不了。或许我的确什么都做不了，但我的父亲曾说过，君子立命，一生无悔。我君逍遥，不求无愧于天地，但求无愧于本性。我也不会离去。天哪！难道又有至强的存在出现了？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难道是那位长生岛的第一主祭？不对，那气息是剑气。难道一剑平生恨，此剑探独孤？是你，独孤剑神？吾说过，主祭者不该存于世间。独孤剑神，你还当真是阴魂不散？当初便想阻拦我等，但不过螳臂当车。那时候全盛状态的你都阻止不了大清洗，何况现在残缺的状态？吾既然敢阻挡你们第一次，就敢阻挡你们第二次。那一位禁区的至强者，貌似并非和其他人一路啊！那他是站在我们仙域这边的。为什么这样一位人物，我们却不知道啊？独孤剑神吗？倒是一位真英雄。昆仑天师，你也要出手吗？君家对我昆仑一族有恩，这次只为报恩。多谢了。不必客气，若是君家那些至强的存在还在，可能轮不到老夫出手相助。好，独孤剑神，昆仑天师，你们以为你们能改变大事吗？来吧，即便本祖需背负9天，一手托举成仙门，吾亦可横推仙域，无敌于世间。感谢各位老铁的支持，目前会员人数已经足够博主持续创作。即日起，主页不再展示会员通道，如果还想要提前观看的铁粉，需先加会员审核群，合格后才能正式加入。之后进群会越来越严格，以加会员看好自己手上的这张门票。
当然，没有加入会员的粉丝们也不用慌，至少你们现在可以看的比以前更多一些了。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你怎么又回来了？轩彻，你怎么回事？逍遥，一开始与你堕入百世轮回，我以为那是我的劫，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我的缘。能在最美的年华遇见你，是我的幸运，而现在这是我最后能为你做的事情。从此以后我依然在，只不过是以另一种方式。凌渊，难道你把他……没错，凌渊甘愿回归于我，只有这样，伏羲圣体和蛙皇圣体才能融合，我的魂才能圆满。我只有成为双皇之体，才可彻底发挥帝君血脉的力量，祭出我父亲留在我血脉中的底牌，这样才能帮到逍遥你。可是，为什么他不说，甚至连一句道别都没有？因为他怕和你道别之后，就舍不得你了。逍遥，我只希望在日后的年年岁岁，你能偶然想起一个叫凌渊的女子。逍遥，我不希望你伤心。逍遥，我会帮到你的，一定。这是父亲，我知道您的通天手段。现在女儿有了心仪的人，而她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女儿希望您能帮助我们。哎呀，我的傻女儿啊！帝君大人，是古仙庭的帝君大人，吾等有救了。父亲，傻女儿，为父给你的这一重手段是让你用来保护自己的，不是用来保护他人的。这是女儿心甘情愿做的事情。逍遥，我们又见面了。当初我说过，你一定会帮助渊彻解决大罪孽之力。现在你既然解决了，那么本帝也就欠了你一个人情。这次就算是偿还这个因果吧。谢过父亲大人。哎呀，欲大不中留啊！多谢帝君出手相助，此情君某铭记在心。就不用感谢我了。你若让我女儿受到一丝委屈，本帝不会放过你。古仙庭的末代帝君，东华帝君，如果说你真身降临，那本族还得忌惮3分。但眼下不过一道真灵而已，也想改变局面不成？这话若是让长生岛的那一位来说，或许还有几分底气，但你没资格。主祭不可辱！本族立于红尘之上，9天10地为棋局，万灵生死，乾坤拿捏一手间。谁敢在本族面前高高在上？圣主大人威武！尔等欺人太甚！本族与当世无敌，谁能败我？这怎么回事？本族可是拥有举世无双的肉身。今日灭主祭，地缘道友，救吾一命！哦，看来圣灵之祖遇到了一点麻烦。嘿，总有人把自己当成救世主来看待，殊不知在大事之前，谁都忤逆不了。成仙门注定将在这一世彻底打开。
你果然还是出手了，孟弟。也是他所留下的伏笔吗？孟弟，你为何要插手介入？这次动乱与你毫无关系。你究竟是为了谁？谁又值得你这般付出？甚至不惜与吾等主记者为敌。都这么看我做什么？君逍遥，你这个小白脸，只会站在女人背后吃软饭，算什么本事啊？君逍遥，你难道只会依靠女人吗？你有种自己上战场，只会躲在女人后面，就这样也能当地庭之主？没错，君逍遥，有种与我们一战呢？我若上战场，你们都会被吓死。哼，有种你就来，我们在这等着你。第五主祭，你为何还不出手？吾等失败了，难道你就能一人打开成仙门吗？这位就是第五主祭。这位藏的倒是深，难道不是禁区中的存在？第五主祭，快出手，与我等一起镇杀这些反抗者，诛灭君家！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明明就有了生的希望，但却又要被掐灭。逍遥，别过来！君逍遥，之前说你只会躲在女人身后，不敢出手，怎么，现在是想去对付第五主祭大人吗？别说你有乱骨斧，哪怕是乱骨大帝在线，又能如何？秦逍遥，你这是在给主祭者大人送礼吗？未免有些太过愚蠢了。你说的的确没错。第五主祭，你是谁？你不是第五主祭，你到底是谁？你到底是谁？为什么会这样？不愧是我君家的麒麟子。这就是君某的杰作，第五主祭。这份礼，你们9天禁区可还喜欢？一具法身，竟然能成为第五主祭！没想到真是如此。这样看来，我女儿的眼光倒也不算差。你们主祭者将9天仙域当作棋盘，将众生当作棋子，自以为自己是执棋的人。殊不知，你们自己和那些棋子也没什么区别。放肆！你以为有了一尊法身，就可以在吾等面前嚣张吗？没错，蝼蚁终是蝼蚁，即便利用了某些手段，但想逆天，未免天真。那你们便体会一下仙域万灵对尔等的复仇。逍遥的强啊！尔等欺人太甚！吾乃9天主祭，祭神存在，生灵始祖岂会在此陨落？骚话就别说那么多了，想自愈，做梦！你生灵之祖，你失态了。换作是你，你比吾还要失态。生灵之祖，你还是先管好你自己吧。本祖是无敌的，想杀吾，做梦！君逍遥，你放肆！石皇，我说过，我要将你镇入万物母气鼎中，当作材料炼化，说到做到。吾乃石皇，怎能陨落在你这等蝼蚁小辈手中？吾是九转涅槃，不死不灭的存在。不死不灭，我要谁死，谁就得死。爹！还真是一副父慈子孝的画面啊！既然如此孝顺，那你们就去陪他们吧。第一主祭，再不现身，正待何时？吾等被阻止，大清洗将无法展开，没有足够多的献祭，
成仙门就别想开启，到时候一世成仙梦，万古一场空。他来了。仙域又污秽了，因为污秽，所以才需要大清洗。长生帝尊，你终于出现了。长生帝尊，就是他吗？神话，神话帝，当是神话。长生帝尊，乃永恒至高之神话，窥长生之道，开仙门而飞升。这一世，成仙门将打开，如果打不开，那就再也没有机会了。所以，连种子都不必保留了，灭绝仙域所有生灵，用来献祭成仙门。没救了，仙域没救了，一切都没救了。神话帝，这是真正的神话帝，谁人能阻啊？一个当世神话出现了，却不是给我仙域带来生的希望，而是必死的绝望。若要灭杀仙域万灵，我不管，但仙域天地不容破坏。苍祖，长生帝尊，吾族向来不管大清洗之事，但汝等也不应做得太绝。本帝尊与苍祖的那位也算略有交集，曾论过道。既然如此，那就给你们苍族一丝薄面。哼，军长、古仙庭，还有你们这些出手相助的存在，现在你们知道了吗？大清洗不可阻挡，成仙门一定会开启。太少了，祭品还不够。哦，古仙庭末代之主，东华帝君。长生帝尊，你今日要行大灭绝之事吗？难道就不怕仙域众生对你的罪孽反噬？吾若灭世，谁人敢拦？天若有怨，葬之何妨？你的主人都不在，你还想镇住成仙门？吴中大帝呀，请您归来，拯救仙域的子民呐！吴中大帝，仙域需要您呐！大帝，请您归来，我愿献出一切，只愿您能平定祸乱。果然是蝼蚁，只会祈求等待他人的救赎。既然如此，那本帝尊便亲手击碎你们的痴妄。吴中，本帝尊倒是期待你能归来与吾一战，但即便是你，也无法阻止本帝尊打开成仙门。是吗？吴中，大帝，大帝啊！吴中大帝！长生帝尊，有我在，仙域不容你放肆。吴中，你老了，是因为心早已死了吗？